原本是个晴朗的午后，伴随着刺耳的马鸣声，街道上突然乱成一团，有人被马车撞倒了。快拿东西把他盖住，千万别让人看到他的脸。辛西亚在人群中僵住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眼前，那是他唯一的希望。这个世界的女主角竟然就这样死掉了。时间回到1年前，辛西亚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适应新身份，就被债主堵在了门口。对方叫嚣着让他立刻还钱，辛西亚只能卑微的哀求，希望能再宽限他一次。毕竟这具身体的原主留下了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他必须想办法活下去。下周一定会把钱补齐，但这笔巨款到底该去哪弄？其实辛西亚也想过逃跑，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没钱根本寸步难行，最后只能回到原点。那天他正被债主围堵，生活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耳边却突然传来一个名字：伊丽莎白小姐。债主还在大声威胁他，下周必须交出20万，否则绝对不会放过他。但辛西亚已经听不见了，这个名字太熟悉了，金色的长发，像绿宝石一样的眼睛，这不就是他前世看过的那本小说里的女主角吗？伊丽莎白·贝利。原来他穿越进来的世界，竟然是那部疯狂的小说。这可不是什么纯爱小说，而是一部尺度惊人的逆后宫限制级作品。女主角伊丽莎白更是有着让人疯狂的魅力。辛西亚终于确定了，自己真的转生到了书里，可他翻遍了所有记忆，也找不到关于自己的描写。他只是个卑微的路人甲，甚至连靠近主线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站在破旧的街道上，听着路人议论贵族的八卦。听说那位伊丽莎白小姐很快就要和泰西恩大公订婚了，那可是皇帝的亲侄子，真正的顶级权贵。这些名字辛西亚都记得，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大人物的传闻再精彩，也改变不了他烂透了的生活。债主粗鲁地拍着门，让他立刻滚出这个地方，把欠下的钱全部吐出来。辛西亚痛苦地蜷缩着，却在这一瞬间察觉到了某种违和感。如果这真的是那本小说，事情的发展似乎不太对劲。如果故事顺利结束，自己是不是就能回去了？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这确实是唯一的生路。辛西亚冷静地分析着，现在还没到订婚的日子，一切都还来得及，只要能接触到那个男人泰西恩。罗曼诺夫，小说里的第一男主，也是皇帝最器重的侄子。他从小就失去了视力，性格变得极其冷淡。即便后来恢复了健康，他也始终保持着距离感，是整部小说里唯一一个没被女主角彻底拿下的男人。按照原本的剧情线，伊丽莎白在订婚之后会周旋在各个男人之间，最终完成她的逆后宫计划。但现在故事才刚开始，这就是辛西亚的转机。只要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他就能彻底摆脱贫困。为了能活下去，辛西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开始暗中跟踪伊丽莎白，寻找那个改变命运的瞬间。听说贝利家族的马车今天就在这附近出现，辛西亚立刻跟了上去。虽然只是远远的看着，但这已经是他唯一的希望。只要能看到女主角，就觉得自己还没被世界抛弃。可今天的气氛有点奇怪，伊丽莎白竟然停下了脚步，她慢慢转过头来，视线精准地锁定了辛西亚，那种感觉非常真实，就像她一直在等这一刻。伊丽莎白的嘴唇微动，似乎正在说着什么，但距离实在太远了，辛西亚根本听不清楚。难道他是在跟我说话吗？这个念头让辛西亚心跳加速，他下意识的想要靠近一点，去听清那个改变命运的秘密。可还没等他迈出步子，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彻底打破了这份诡异的安静。就在辛西亚的眼前，那辆华丽的马车狠狠撞向了伊丽莎白，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却没人敢上前帮忙，因为马车上刻着的正是贝利家族的家徽，谁也不想卷入这种麻烦。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来，贝利家族的守卫已经开始粗鲁的清场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让所有人立刻滚开。辛西亚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伊丽莎白可是女主角啊，她怎么可能死得这么简单？如果女主角不在了，接下来的剧情该怎么办？辛西亚绝望地瘫坐在地，难道她要一辈子被困在这个鬼地方吗？辛西亚死死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原本应该走向巅峰的故事，竟然在这一刻彻底滑向了未知的深渊。这些冷血的家伙竟然打算直接处理掉尸体，甚至还互相警告，绝对不能让泰西恩大公知道今天发生的意外。贝利家族的守卫们正聚在一起，低声密谋。他们说这件事非常麻烦，家主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让所有人闭嘴。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打算找个人，尽快填补伊丽莎卫的空缺。听这语气，就像在替换一件零件。辛西亚躲在暗处，虽然听得断断续续，但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小说里从未公开过的隐藏结局。如果能掌握这个秘密，或许就能彻底改变命运。可因为实在太震惊了，他竟然下意识地开口问他们刚才说了什么。话一出口，辛西亚就后悔了。那些守卫猛地回过头，阴森的目光瞬间锁定了他，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辛西亚试图假装没事，一边解释一边连连后退，但那些高大的身影已经像噩梦一样压了过来。他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否则下一个消失的人很可能就是他自己。那个守卫突然停下，死死盯着辛西亚。他说，就是这个声音，简直是一模一样。虽然不知道这种巧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但他显然不打算放手，命令辛西亚必须跟他们走。辛西亚拼命想要挣脱，却被对方死死按住。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声音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疯狂？当时的辛西亚并不知道，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将会彻底改写他的整个人生。转眼间1周过去了，窗外的天气逐渐回暖，茶香在空气中弥漫，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泰西恩坐在桌前，微笑着询问对方最近过得好不好，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坐在他对面的女人正优雅地端起茶杯，那一头灿烂的金发分明就是死去的伊丽莎白。
可如果真正的女主角早就死在了那场车祸里，那么现在坐在这里的人到底会是谁呢？泰西恩放下茶杯，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他说：“眼前的伊丽莎白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辛西亚心里咯噔一下，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微笑着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许只是因为太久没见，再次见到未婚夫，太开心了。”这个理由找得天衣无缝。泰西恩听完之后，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吗？”辛西亚看着对面的男人，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怎么也没想到，那天被贝利家族带走后，命运竟然会如此荒诞。他不仅活了下来，甚至还坐在这里和小说里的男主角面对面的喝着下午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已经彻底取代了死者，成为了这个故事里唯一的正牌女主角伊丽莎白。泰西恩放下了茶杯，突然开口问了一句：“伊丽莎白小姐，你看起来好像很紧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这男人的直觉太可怕了，明明眼睛看不见，却精准捕捉到了空气中那一丝不安。伊丽莎白赶紧摆手否认：“开什么玩笑，见到自己的未婚夫有什么好紧张的？”她在心里疯狂祈祷，希望这时间快点过去，万一露出破绽就全完了。毕竟传闻是真的，失去视力的人其他感官会变得异常敏锐，而这一切的开端都要从1周前说起。在那场马车事故之后，一份荒唐的契约摆在了辛西亚面前。当时的他还没换上华服，只是个落魄的普通人。面对那个离谱的要求，他甚至以为对方在开玩笑。“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对方的回答冰冷又果断：“就是你刚才听到的那样，代替死去的伊丽莎白活下去。”贝利家族的管家戴尔开出了一个疯狂的条件，他要辛西亚做替身，顶替已经死去的伊丽莎白，继续履行和皇室的婚约。辛西亚简直不敢相信，人都已经不在了，他们关心的竟然只有婚约，难道人命还不如生意重要吗？戴尔的回答冷酷到了极点，对他来说，贝利家族比起一个家庭，更像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伊丽莎白也不过是为了联姻才找来的远房亲戚。这场婚姻背后藏着巨大的利益交换，只要能顺利完婚，他们就能收回宝石商会，掌控领地内所有矿产的分配权。可现在伊丽莎白突然离世，所有的计划都面临崩盘。按照帝国的法律，订婚期间双方必须见面5次，才能正式缔结婚约，而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在下周。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找个假货顶上去，才能保住这笔价值连城的买卖。辛西亚看着眼前的男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无法回头的金钱陷阱。辛西亚不想再听下去了，这种掉脑袋的买卖，他1秒钟都不想参与。起身后径直走向大门，可就在他要离开时，身后传来了戴尔的声音：“500万金币，只要你点头，这笔钱就是你的。”辛西亚的脚步瞬间僵住了。500万是什么概念？足够一个4口之家舒舒服服过上一辈子，甚至还能剩下不少。戴尔看出了他的动摇，不紧不慢地开出定金，先付50万，事成之后再结清尾款。他很清楚辛西亚现在的处境，这笔钱能还清他所有的债。辛西亚确实心动了，但理智告诉他这太冒险。就算能瞒过那个瞎眼大公，其他人难道也认不出来吗？冒充贵族可是死罪，一旦穿帮就彻底没命了。戴尔却显得胸有成竹，他解释说，那位大小姐在首都待的时间并不长，不管是大公府还是贝利家，根本没人见过她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辛西亚拥有一个谁也无法伪造的杀手锏，他的声音简直和死去的伊丽莎白一模一样。辛西亚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让他入选的理由竟然是这把嗓子。戴尔直言不讳地告诉他，那位大小姐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共鸣，而这种奇妙的共鸣在辛西亚身上一模一样。既然那位大公感官敏锐，那这把声音就是最完美的伪装。戴尔甚至当众承诺，只要辛西亚愿意配合，他会动用一切手段，确保这场骗局永远不被拆穿。这不仅是在救贝利家族，更是在救辛西亚自己。面对500万金币的诱惑，辛西亚陷入了挣扎。现在的他一无所有，只剩下那座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山。如果不答应这个条件，他很快就会被生活彻底压垮。与其在阴沟里腐烂，不如去豪赌一把。辛西亚死死攥住了拳头，既然老天给了这个机会，那就干脆彻底抛弃过去，以伊丽莎白的名义重新活一次。辛西亚在心里飞快盘算，戴尔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要维持住这段婚约，直到贝利家族拿回商会，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更何况大公和那位大小姐之前仅见过一面，只要他能演好这个角色，穿帮的可能性并不大。那可是整整500万金币，只要拿到这笔钱，他就能彻底甩掉那些像噩梦一样的债务，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既然已经走投无路，不如就用这条命赌一把。辛西亚抬起头，一字一顿地给出了答复：“好，我答应你。”戴尔优雅地放下茶杯，称赞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他随即提醒辛西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从这一刻起，他必须接受最严苛的训练，从贵族礼仪到言谈举止，甚至连那位大小姐的每一个习惯，他都必须烂熟于心。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在下一次见面之前，他必须把自己彻底变成真正的伊丽莎白。戴尔推了推眼镜，把接下来的重担全部交到了辛西亚手上。从这一刻起，世上再也没有穷困潦倒的平民，只有贝利家的千金伊丽莎白。对于一个背负巨债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无法拒绝的诱惑。辛西亚住进了奢华的大公府，躺在宽敞的让人不安的大床上，正式开始了他的替身生活。为了不露破绽，他必须接受最严苛的特训，从走路的姿态到用餐的礼仪，甚至连伊丽莎白那副傲慢又挑剔的大小姐脾气，他都得模仿的惟妙惟肖。终于到了摊牌的日子，辛西亚染深了发色，戴上遮掩瞳色的镜片，坐在了泰西恩的对面。虽然外表天衣无缝，但他心里却一直在打鼓。
这种压抑的沉默让他觉得每一秒都是煎熬，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对方那双看不见的眼睛似乎已经洞穿了他的伪装。越是紧张就越容易出错。辛西亚一个不留神，竟然失手带倒了茶杯，滚烫的茶水瞬间泼洒出来，直直的冲向对面的泰西恩。辛西亚吓得心跳都要停了。如果让这位尊贵的大公因为自己的失误受一点伤，那他的替身生涯恐怕今天就要彻底交代在这了。他顾不上思考更多，下意识地抓起手帕冲上前去，想要在引起更大的骚动前把这致命的痕迹抹掉。可手还没碰到茶渍，手腕就被一股力量死死扣住。这一瞬间，他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泰西恩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伊丽莎白小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完了，彻底被抓了个现行。辛西亚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自己不小心打翻了茶杯，只是想在弄脏衣服前擦干净。可他越解释，心里就越虚。泰西恩并没有发火，反而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遍：“茶水吗？”他突然毫无征兆地凑近，两人的距离近到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辛西亚甚至已经做好了被当场拆穿、扫地出门的准备，毕竟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任何差错都算违约。然而一封信件已经悄然送到了大公府。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大公泰西恩亲自发出邀请，希望伊丽莎白小姐能在本周末光临罗曼诺夫庄园。字里行间客气得让人意外。原本以为那次尴尬的茶会会让两人的关系就此止步，可谁能想到这位深不可测的大公竟然主动发出了第二次邀约。辛西亚看着手里的邀请函，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这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大公竟然亲自发出了邀请，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戴尔显然对这个结果很满意，看来之前的特训没白费，毕竟泰西恩大公还没察觉异样。为了不让任何人起疑，戴尔决定立刻回信确认行程，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辛西亚小姐，这次全看你的表现了。虽然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可这种莫名的不安感是怎么回事？还没等理清头绪，马车已经停在了罗曼诺夫府邸。这场豪赌终究还是拉开了序幕。这是和泰西恩的第3次见面，大公府的花园确实美得不像话。泰西恩表现得非常有礼貌，甚至主动带路参观。可辛西亚根本没心思看风景，本以为签了合同就能翻身，可现在才发现这场骗局比躲债还要密。这种窒息的压力快把人逼疯了，他甚至紧张到语无伦次，连感谢的话都重复了好几遍。必须得找点事情转移注意力，哪怕是路边的一块石头，也成了他眼里的巨大威胁。绝对不能让大公被绊倒，否则这场戏就真的演砸了。为了不让泰西恩摔倒，辛西亚偷偷踢开了路上的石头，这下总该万无一失了吧？绝对不能重蹈覆辙，必须打起12分精神才行。可没想到，泰西恩竟然直接笑出了声，这还是他第一次笑得这么灿烂。你是担心我被绊倒，才特意把石头挪开的吗？这位小姐还真是温柔呢。辛西亚整个人都僵住了，她到底是怎么发现的？难道这种善良的人设和原本的伊丽莎白差太多了？石头滚动的声音那么响，想不听到都难吧？看来这位大公的听觉敏锐的有些吓人，如果不是提前知道剧情，真怀疑他的失明是装出来的。不得不说，他笑起来的样子实在太犯规了，甚至让人想临阵倒戈。清醒一点，现在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这场戏还得继续演下去。那座拱桥通向哪里？辛西亚的好奇心又按耐不住了。泰西恩并没有拒绝，反而带着他走向了那片花海，这里美得简直让人窒息。随风摇曳的花丛就像是一片金色的湖泊，让人忍不住想要沉溺其中。可泰西恩听到这句话后，却突然提起了他的母亲，因为他也曾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他说这片花海像深不见底的湖，更像是一个无法逃离的深渊，一旦坠入就再也无法回头。辛西亚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片绝美的景色背后竟然藏着这么沉重的过去。传闻中泰西恩的母亲因为无法忍受这段婚姻，最终在这片绝望中结束了生命，而当年的泰西恩甚至还没来得及长大。在泰西恩的世界里，这片花海曾是冰冷漆黑的湖，那是他母亲留下的阴影。这种孤独感太让人揪心了，辛西亚实在没办法做事，不管，哪怕这会让他暴露身份。大公请等一下，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吧。真正的伊丽莎白绝不会这么做，可现在的辛西亚顾不了那么多，他直接拉着泰西恩坐进花丛。感受到了吗？这些花朵是什么感觉？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泰西恩显然有些意外，他沉默了片刻才开口，竟然觉得有一丝丝温暖。这就对了，这里现在一点也不冷，反而又软又舒服。既然是因为你的邀请，我的合同才得以保住，那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报答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那种美到让人眩晕的画面。现在的这里就是这样一片温暖的湖泊。这片花海真的美吗？面对泰西恩突如其来的提问，辛西亚给出了最肯定的回答，那是当然的，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得到答案的泰西恩没再说话，只是静静感受着这份美好。两人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不少。转眼到了晚宴时间，桌上摆满了精致的龙虾大餐，这待遇简直好的没话说。感谢大公的盛情款待，这已经是辛西亚第5次道谢了，但他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尤其是这杯红酒口感竟然出奇的好。也许是因为紧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这可是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品尝到美酒的味道，辛西亚忍不住多喝了几杯。看过了那么美的景色，连酒都变得更有滋味了，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中。泰西恩原本还在交代行程，说很快就要启程回公国了，可话还没说完就停了下来。
泰西恩这是喝醉了吗？怎么感觉他在不停的晃动？辛西亚一边盯着他看，一边觉得眼皮越来越沉，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甚至连告别的话都懒得说了。现在只想赶紧回到房间，在那张舒服的大床上躺平。好困啊，真的好想睡觉。还没等泰西恩反应过来，辛西亚就彻底支撑不住了，整个人直接栽倒在桌上。贝利小姐，你还好吗？温暖的阳光，还有柔软的毯子，空气中甚至还带着泰西恩身上那股清爽的味道。等等，泰西恩怎么会在这里？这到底是哪？昨天散步之后，明明是和泰西恩一起吃晚饭，怎么后面的事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女仆敲门走了进来，问小姐昨晚睡得好不好，还贴心的准备了早餐。辛西亚只能尴尬地道谢，毕竟现在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女仆欲言又止，说这种事她实在不好开口。这下辛西亚彻底慌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人坐在客厅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明明听女仆的意思，昨晚肯定发生了大事，可为什么泰西恩看起来却像个没事人一样？难道只有自己在纠结吗？辛西亚实在坐不住了，主动开口向大公道歉，说听闻自己昨晚非常失礼。泰西恩却表现得很淡定，直言根本没发生那种事，还说只是自己不小心摔到了小姐躺着的床上。泰西恩解释说，那只是仆人们看错了，让他们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听到这个回答，辛西亚总算松了口气，只要没出什么大事就好。既然大公都这么说了，那昨晚肯定没发生什么。他笑着回应说自己放心了。泰西恩端起茶杯，语气温柔地安慰他，让他以后千万别再担心。可就在下一秒，泰西恩却突然开口叫了一声辛西亚，这个名字像雷一样在辛西亚耳边炸开，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泰西恩刚才叫了谁？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辛西亚颤声追问，想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可泰西恩的眼神却无比冷静。他说自己叫的就是辛西亚，而且这个名字正是他昨晚亲口告诉他的。这下彻底完了，最大的秘密竟然在酒后被自己亲手拆穿了。昨晚到底都干了些什么？辛西亚现在只想原地消失，记忆的碎片开始回笼。昨晚他像个疯子一样，直接扑倒在柔软的大床上，还大喊着真的好舒服。女仆在旁边问大公要不要给小姐准备换洗衣服，泰西恩只是淡淡的答应了。他看着在床上撒欢的女人，今天真是见识到了这位小姐不为人知的一面。辛西亚甚至还在嘟囔，说能睡在丝绸床上，简直是上天对她的恩赐。泰西恩看着醉成一滩泥的他，语气里满是无奈，说小姐你真是醉得不轻，劝她赶紧休息。辛西亚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还没等泰西恩反应过来，辛西亚就直接将他拉到身前。泰西恩被吓了一跳，问他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他一边道歉一边想赶紧起身，可醉醺醺的辛西亚根本不打算放手。他捧起泰西恩的脸，嘴里嘟囔着真的太漂亮了，从额头到眉毛，再到高挺的鼻梁和嘴唇，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完美极了。泰西恩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漂亮来形容自己。他看着身下这个眼神迷离却又真诚的女人，语气突然变得有些深沉。他轻声反问伊丽莎白长什么样。伊丽莎白有着浅绿色的眼睛，那是贝利家族特有的标志。她的鼻子小巧精致，嘴唇红润的像熟透的果实，这一切都美得无可挑剔。泰西恩伸手轻抚她的脸颊，这种温暖又柔软的触感让他想起了白天在花园里指尖划过花瓣的感觉。他忍不住低声感叹，伊丽莎白小姐真的很美。听到这句话，辛西亚在心里默默回应，是啊，真正的伊丽莎白确实很美，可那终究不是她，她只是占据了这副躯壳的辛西亚，和那位高贵的千金完全不同。泰西恩并没有察觉，他只是注视着眼前的女人，再次深情地唤了一声伊丽莎白小姐。辛西亚现在心跳如鼓，他必须保持冷静，把这个谎圆过去。他解释说自己被收养后确实改了名字，昨晚那些胡言乱语只是酒后太想念小时候。他向泰西恩郑重道歉，保证以后会恪守本分，不再失礼。泰西恩沉默了片刻，最后只是淡淡的说他明白了。他觉得辛西亚也累了，提议今天先到此为止，下次再找机会详谈。泰西恩转头吩咐鲁斯去准备马车，他要亲自送小姐回贝利家。辛西亚刚松了一口气，以为这关总算过了，鲁斯却突然开口提醒大公，今天还有预约的客人。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说大公真是让人失望。来人感叹着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泰西恩看着推门而入的人，语气也变得微妙起来，阿德里安·卡斯蒂略。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辛西亚整个人都僵住了。如果是阿德里安的话，那可是原著小说里绝对的核心主角，更重要的是他还是辛西亚在纸片人世界里最喜欢的本命角色。阿德里安微笑着走近，举手投足间尽是优雅。他轻声对泰西恩打着招呼，说大公确实好久不见了，这就是阿德里安，那个在黑暗原著里唯一像阳光一样的男人。他性格温柔的不像话，哪怕被伊丽莎白伤害过，也依然只对他一个人深情。没想到他竟然能见到活的，简直和小说插画一模一样。还没等辛西亚从惊喜中缓过来，阿德里安就发现了他。他看起来有些意外，没想到这里已经有客人了。辛西亚赶紧礼貌地打个招呼，介绍自己是大公的未婚妻，也就是贝利家族的伊丽莎白。旁边的泰西恩一言不发，阿德里安却盯着他看了很久，嘴里还重复着他的名字。他说他的感觉变了，和以前见到的样子完全不同。辛西亚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原著里他们小时候确实见过，难道他已经察觉到他不是真正的伊丽莎白了？辛西亚
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千万别被他看出破绽。好在阿德里安性格温柔，顺着他的话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总算把这个话题糊弄过去了。他这颗悬着的心才刚放下，阿德里安接着问他是不是已经打算留在帝国了。辛西亚赶紧笑着点头回应，还客气地欢迎他回国。就在他们聊得正起劲时，一直沉默的泰西恩突然站了起来，他这一下动静可不小，直接冷冰冰地打断了对话，说今天的叙就到此为止，让阿德里安下次再来，因为他现在必须亲自送他的未婚妻回家。辛西亚整个人都被他搂进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亲密吓得他赶紧说能自己回去，可泰西恩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直言是因为不放心他，才非要亲自送这一趟。阿德里安在旁边都看愣了，辛西亚忍不住提醒泰西恩，这里可还有客人在场呢，这扑面而来的火药味，泰西恩这是吃醋了吗？泰西恩态度非常强硬，直接把送他回家的事揽了过去。阿德里安倒是一点没生气，很有风度的行礼告辞，还约好了下次再来看他。虽然他心里100个舍不得，毕竟是第一次见到本命角色，还没多说几句话就结束了。辛西亚坐在回程的马车上，看着窗外不停倒退的风景，感觉这2天过得简直像做梦，中间真是经历了太多危机。好在泰西恩没起疑心，依然把她当成他的未婚妻，看来这一关算是勉强闯过来了。但他现在根本不敢回家，一想到要面对管家戴尔，他这头就开始隐隐作痛。毕竟她一个贵族大小姐，不仅在外面彻夜未归，甚至还喝得烂醉如泥。戴尔那个性格绝对会念叨死她，躲过了大公的怀疑，难道最后要栽在管家手里吗？虽然这2天过得挺惊险，但往好处想想，他竟然见到了本命角色阿德里安，真人简直绝了，比小说里写的还要帅气。他正沉浸在美男的颜值里，可想着想者就不对劲了。这高挺的鼻梁，还有这宽阔可靠的肩膀，甚至连睫毛的弧度，怎么越看越像泰西恩？明明是在回味阿德里安啊，为什么脑子里全是泰西恩？难道是因为这2天他们一直待在一起的缘故？还没等他纠结出个结果，泰西恩突然在旁边开口了，问他是不是和伯爵很熟。他这语气听着有点微妙。辛西亚赶紧摆手否认，刚才在屋里说的都是实话，他们唯一的交集就是10岁那年的宫廷舞会，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小孩子，从那之后就再没见过面，这真的是成年后的第一次。他解释的那叫一个清白，生怕他再误会什么，毕竟这位大公要是真吃起醋来，他可未必招架得住。泰西恩沉默了片刻，语气里带着一丝遗憾，说这就是他今天见到阿德里安会表现得那么惊讶的原因。如果他们在小时候也能见面，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他觉得如果能早点认识，他就不用对着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去想象未婚夫，甚至觉得和他这样的人订婚对他来说一定很委屈吧。他竟然是在为他感到沮丧。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他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原著里从没写过他的感情，所以他一直把他当成纸骗人，从未想过他也会有这种情绪。或许他们真的能更早亲近。他看起来总是一脸冷淡，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但其实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应该也过得很孤独吧。而他之前那些离谱的行为，在他眼里或许真的很过分。站在泰西恩的角度想想，面对一个举止怪异的未婚妻，他心里肯定也积压了不少委屈。辛西亚下意识地绞紧了手指，第一次意识到他好像真的伤害到他了。既然错过了那么多年，那他现在就把自己正式介绍给你认识吧。辛西亚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认真描述自己的样子。他有贝利家族标志性的绿眼睛，还有一头金色的长卷发，甚至还厚着脸皮告诉他，别人都夸他鼻子小巧，嘴唇红得像玫瑰一样。说完他就恨不得找个地缝，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在自夸。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辛西亚赶紧指着窗外没话找话，说今天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太阳升得高高的云朵刚好遮住了一半，所以吹进来的风才这么凉快。他在这耳语无伦次的胡扯，泰西恩却一直安静地听着。突然他竟然笑出了声，甚至还夸他真是个有趣的人。原本沉闷的马车厢里瞬间充满了快活的气息。看到泰西恩终于笑了，辛西亚这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看来他现在心情不错，只要他们能维持这种友好又和谐的未婚夫妻关系，对他接下来的计划就很有利。虽然在原著小说里他们2个人的关系冷若冰霜，但为了能尽快拿回商会，他必须得抱紧这条大腿。这种程度的亲近刚刚好。他挽着他的手走下马车，管家戴尔已经在门口候着了。泰西恩动身离去，他闭上眼仔细回想着，总觉得事情哪里不太对劲。眼前的这个伊丽莎白和上次见面时那个阴沉又傲慢的女人相比，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灵魂。那种刻薄的眼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鲜活。他虽然嘴上什么都没说，但心里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这个突然变得有趣的未婚妻，到底还藏着多少他不知道的秘密？泰西恩看着眼前的茶杯，想起了2人第一次见面，那是订婚几个月后的事。他坐在对面，一言不发，任由杯里的茶水变凉，浑身都散发着明显的敌意。这种冷漠又窒息的沉默，让他觉得那次见面简直是一场糟糕的体验。但他为了家族的联姻，还是耐着性子主动开口，问他在领地的生活怎么样。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他语气里满是不屑，说大家都知道
这是政治联姻，让他收起那副友好的面孔，别以为成了他的未婚夫就有资格干涉他的生活。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之间只是互相利用。那次会面让两个人都很不快，可最近见到的伊丽莎白却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他会对着她灿烂的微笑，甚至还会主动牵起她的手，这种从未有过的温度让他感到既陌生又困惑。以前的他自私又冷漠，在自己周围筑起了高墙，谁也无法轻易靠近。可现在待在他身边的女人，不仅拆掉了那座冰冷的墙，还带着一身暖意闯了进来。眼前的这个伊丽莎白，真的还是当初那个人吗？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虽然他看起来有点笨拙，却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能读懂他内心的痛苦。这种被理解的感觉，是他从未在别人身上体会过的。当然，他也理智的想过，或许是因为这场联姻对贝利家族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他才不得不改变态度，以此来博取他的好感。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一个人的本性是绝对不可能轻易改变的。辛西亚小姐，你疯了吗？到底在想些什么？戴尔的质问声响彻宅邸，这种行为简直不可理喻。听说你在大公府喝得烂醉，甚至还在那里过夜。戴尔对此感到万分焦虑，一旦真实身份被发现，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对不起，辛西亚只能低头认错，当时气氛太好，喝了点酒就全忘了。这种事对贵族小姐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丑闻。你把和贝利家族的合同当成某种玩笑了吗？戴尔的语气愈发严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当然是认真的。辛西亚小声辩解着，而且大公看起来挺喜欢我，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戴尔立刻追问，你这种自信到底从哪来的？辛西亚顿时哑口无言，根本给不出任何依据。大公可是亲自送我回来的。辛西亚试图证明自己的魅力，戴尔却连头都没抬。难道他会放任未婚妻独自回家吗？他甚至还夸我可爱。辛西亚继续分享那些甜蜜瞬间，戴尔却发出一声冷笑，贵族的话绝对不能当真，那不过是些虚伪的客套。可他说还想再见到我。辛西亚依旧不肯死心，戴尔的语气充满了嘲讽，难道他会说再也不想见你吗？这种场面话居然也能让你当真？辛西亚突然压低了声音，他说很遗憾没能看到我的脸。戴尔猛地停下了动作，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大公说在失明之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亲眼见我一面，哪怕只有一次也好。虽然这些话可能也不是真心的。辛西亚的声音越来越小，大公真的亲口这么说了吗？戴尔再次向辛西亚确认，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缓缓扶了扶眼镜。既然如此，我们的策略必须做出调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戴尔竟然放开了束缚，辛西亚简直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自由是真的吗？如果大公真的对你动了心，那就保持现在的样子去接近他。戴尔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或许是个绝佳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放松警惕。戴尔的语气重新变得冰冷，今天的这种意外绝对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你要记住，贝利家族的人全都是疯子，他们冷酷无情。戴尔俯身盯着辛西亚，对于那些无法掌控的棋子，他们从来不会留任何情面。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下场只会比死更惨。别让我们后悔雇佣了你。戴尔俯身在辛西亚耳边，语气里满是冰冷的威胁，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一道死亡通牒。我明白，我会管好自己的嘴。辛西亚只能低声顺从，她拖着沉重的裙摆，独自走在空旷的走廊上，脚步声显得格外刺耳。棋子，原来我只是一枚棋子。辛西亚突然停下脚步，无力地靠在墙边，这种认知让他感到通体冰凉。如果再犯一次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我像垃圾一样扔掉。到那个时候，我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为了守住家族的秘密，他们会杀了我灭口吗？辛西亚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正坠入无底的深渊，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辛西亚用力甩了甩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顺利完成这份契约，只要这笔买卖能成交，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再坚持一下就好。辛西亚不断地安慰自己，既然戴尔说可以自己做主，那就先回房间休息一下，顺便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绪。他提着裙摆在走廊穿行。等等，这里是什么地方？辛西亚突然停下了脚步，环顾四周陌生的陈设，这根本不是回房间的路。别馆的走廊长得太像了，简直像个走不出的迷宫。我记得明明就在这附近。辛西亚试着推开面前的门，可所有的房门都一模一样，他似乎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先进去看看再说吧。辛西亚轻轻推开房门，随着门轴转动的声音，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在他的眼前缓缓展开。等等，这个布局，难道这里就是？辛西亚停下了脚步，阳光洒在白色的窗帘上，随风轻轻摆动，精致的古董家具散发着淡淡的木香，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作为读过原著的人，我不可能认不出这里。辛西亚环顾四周，记忆中的文字逐渐与现实重叠在一起。这里是伊丽莎白的房间，也是她回到家后唯一能感到放松的避风港。只有在这里，她才能享受片刻的宁静。在这个冰冷的家族里，这是她最后的领地。辛西亚站在房间中央，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既然我现在就是伊丽莎白，那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地盘了。刚才光顾着想事情，竟然走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辛西亚环顾着四周，虽然一直住在别馆里，却从来没想过找她的房间。原来这就是女主角的房间。这种真实感让我再次意识到，我真的穿越进了小说里。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这是什么？辛西亚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封面上没有任何标题。她好奇地翻开第一页。今天我成了大公的养女，这竟然是伊丽莎白的日记。辛西亚猛地合上书页，虽然她只是个小说角色，但偷看别人的隐私总觉得心里毛毛的。不过这里的书还真多，不愧是名门望族的千金。辛西亚
走向巨大的书架，指尖划过一排排书籍。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书架深处的一个角落吸引了他的注意，那里的东西似乎和这间屋子格格不入。这些书名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3个人要睡一张床？大公妃的秘密又是什么？辛西亚看着满地的藏书，整个人都彻底凌乱了。难道这就是19禁小说女主背地里要付出的努力吗？这种劲爆的标题简直让人没法直视。明明外表看起来那么优雅，每天都在喝茶看书，谁能想到在那张端庄的脸下，竟然藏着这么狂野的爱好？伊丽莎白，你真是深藏不露。不行，我真的知道的太多了，再待下去可能会出事。辛西亚赶紧把书塞回去，必须立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了保护伊丽莎白的隐私，也为了保住我的眼睛，还是赶紧撤退吧。他慌慌张张地往外跑，结果越急就越容易出错。身后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乱响，辛西亚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摔在了地上。今天真是一点都不顺，不仅撞破了别人的秘密，还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辛西亚趴在冰冷的地板上，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难道这就是偷看日记的惩罚吗？辛西亚趴在地上自嘲，我又不是故意要看的，这惩罚未免也太快了点。就在他准备爬起来时，天花板上闪过一道亮光，辛西亚停下了动作，那上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难道是伊丽莎白的私房钱，或者是某种珍贵的珠宝？辛西亚正看得入神，身后却突然传来开门声，是谁在那儿？一个严厉的声音响起，辛西亚整个人僵在原地，这下真的彻底完蛋了。一名红发女仆站在门口，质问辛西亚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小姐房间？戴尔明明跟我保证过，绝对不会遇到任何仆人。辛西亚在心里疯狂呐喊，现在该怎么解释才好？总不能说我是来参观的吧？辛西亚支支吾吾的开口，那个，其实我是……他的大脑已经彻底宕机了，原本以为要被当成小偷，结果女仆看清他的脸后，手里的扫帚差点掉在地上，语气瞬间变得恭敬起来。原来是您啊，小姐。女仆急忙低头行礼，刚才真是太失礼了，还以为是有外人闯进来。维奥莱特这一开口，直接把辛西亚吓出一身冷汗，他居然被当成了伊丽莎白，这下麻烦大了，要是被追究安保责任，自己根本赔不起。不过冷静下来想想，府里见过大小姐真容的人没几个，只要厚着脸皮演下去，应该能蒙混过关。眼看维奥莱特还要解释是来打扫的，辛西亚干脆摆出大小姐的架子，冷着脸让对方赶紧出去，说自己今天心情不好需要休息。可还没等他把人赶走，维奥莱特却一脸为难的开了口，他说辛西亚小姐的房间好像根本就不在这儿。辛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个小女仆怎么会知道自己只是个替身？原来是管家戴尔安排的，维奥莱特以后就是他的专属女仆，所有底细早就交代清楚了。辛西亚心里直犯嘀咕，一个随时可能被拆穿的替身，居然还能配专门的佣人。可维奥莱特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瞬间提起了精神。他说，即便只是个替身，现在也是贝利家的小姐，而且他以前服侍过真正的伊丽莎白，这简直是意外之喜。辛西亚一直觉得伊丽莎白的死没那么简单，如果能从这个女仆口中套出那些被掩盖的真相，或许就能彻底查清楚那种挥之不去的违和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伊丽莎白临死前到底想传达什么秘密？辛西亚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件事，既然她是以前的贴身女仆，那她肯定知道不少内幕。辛西亚直接拉住对方的手，说自己有很多事都不清楚，想找他好好聊聊。维奥莱特显然被吓到了，毕竟在等级森严的公爵府，还没人把女仆当成正经客人。辛西亚不仅亲自招待他喝茶，态度还出奇的客气。其实这都是辛西亚的策略，毕竟这是他唯一的线索来源，必须先把对方的心给收服了。他笑着告诉维奥莱特，你是我的第一个客人，当然要好好招待。眼看气氛已经烘托到位，辛西亚顺势拉近了距离，他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位关键证人。维奥莱特受宠若惊，赶紧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辛西亚也笑着做了自我介绍。两人这就算正式结盟了。可辛西亚心里还藏着个疑问，既然佣人平时不准进别馆，那他刚才为什么在那儿？提起这件事，维奥莱特的反应非常大，他说自己只是想去打扫房间。看他这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辛西亚立刻就明白了，这小姑娘对前任主人感情很深。为了不让气氛继续僵下去，辛西亚赶紧岔开了话题，打听起专属女仆具体都要干什么。结果听完对方列出的清单，辛西亚整个人都傻了，从吃饭、穿衣到洗澡、梳头，甚至连琐碎的小事都要包办。辛西亚习惯了凡事靠自己，这种被人全方位伺候的生活，反而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而且这种过度的亲密，真的只是普通女仆的职责吗？辛西亚实在受不了这种被人贴身伺候的压力，他赶紧打断了维奥莱特。比起那些繁琐的家务，他更希望维奥莱特能当他的聊天搭子。维奥莱特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盯着辛西亚看了很久，突然冒出一句，两人的声音简直一模一样，如果闭上眼睛去听，真的会以为伊丽莎白回来了。可维奥莱特心里很清楚，虽然声音能骗人，但两人的性格完全是两回事。在他的记忆里，真正的伊丽莎白小姐其实是个非常难伺候的主，她不仅性格极其敏感，对衣服和茶水更是挑剔到了极点，甚至到了让所有佣人都感到害怕的地步。辛西亚这下总算明白了，原来那位完美的公爵夫人在私底下竟然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谁也猜不透这位大小姐什么时候会变脸。辛西亚心里很清楚，在原本的故事设定里，她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可维奥莱特接下来的话却让辛西亚彻底愣住了。虽然伊丽莎白经常大发雷霆，甚至会摔碎满地的瓷器，但女仆们却怎么也恨不起来。
辛西亚追问到底为什么，维奥莱特回忆起那些被赶出门后的瞬间，他曾偷偷透过门缝看到那位高傲的大小姐竟然独自躲在房间里痛哭，那种悲伤和孤独仿佛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更让人意外的是，伊丽莎白发完火之后，甚至会把佣人们叫回来，低声向他们道歉。辛西亚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别人口中的恶女，竟然还有如此卑微的一面。维奥莱特提到了药，他说大小姐吃药的时候，情绪就会彻底失控。辛西亚敏锐地捕捉到了重点，什么药能有这么大副作用？维奥莱特叹了口气，说那是治疗抑郁症的药，只要药效一过去，大小姐就会变得异常安静。这让辛西亚彻底懵了，在原本的小说剧情里根本没提过这件事。书里的伊丽莎白明明是个只知道享乐、性格乖戾的恶毒女人，可维奥莱特却说她其实比任何人都孤独，周围的人都觉得像她这种麻烦的女人消失了反而更好。可真正了解她的人根本没办法为此感到高兴。维奥莱特再也忍不住了，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在他眼里，那根本不是什么恶女，而是一个满身伤痕却无处躲藏的可怜人。辛西亚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房间至今还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看着眼前泣不成声的维奥莱特，辛西亚轻轻拍着他的背。伊丽莎白·贝利这个名字在小说里代表着放荡不羁和最终孤独死去的恶女，可现在看来，她同时也是一个内心满是伤痕的可怜人。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辛西亚陷入了沉思。几天之后，有人提到了这次见面，辛西亚由衷的感慨，维奥莱特真的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既然两人相处的不错，那么从明天开始，有些事情就要发生改变了。戴尔带来了最新的行程，明天的安排已经定好了。辛西亚要去繁华区和泰西恩大公共进晚餐，这种没完没了的见面，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戴尔的回答非常冷静，只要还没拿回商会的经营权，这种应酬就必须继续。辛西亚在心里默默盘算，这已经是婚前的第4次见面了。他突然想起戴尔曾说过，对于贵族来说，只要见够5次面，就达到了法定的结婚要求。辛西亚猛地停下了动作，等等，如果明天是第4次，那岂不是说距离正式结婚竟然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辛西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最后没能拿回商会，甚至在第5次见面之后，事情依然没有进展，那他该怎么办？面对这个致命的假设，戴尔陷入了沉默，他只能苍白地解释，大家都在尽力而为。可紧接着，戴尔说出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计划彻底失败，辛西亚将永远无法做回自己，他必须顶着伊丽莎白的名字，以大公夫人的身份，一辈子困在那个男人身边。这种事根本没写在合同里，原本只是想应付几次见面，现在竟然要赌上婚姻，一旦身份暴露，这可是要掉脑袋的重罪。戴尔赶紧出言安抚，这只是最坏的打算，毕竟大公家也担不起风险，绝不会让事情闹到那一步。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谁也不会害谁。辛西亚只能强迫自己冷静，眼下最要紧的任务是拖延明天的见面时间，既要表现得非常忙碌，又不能让人看出是在躲避。为了演好这个大公夫人，辛西亚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学会所有的贵族礼仪，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只要用回乡探亲当借口，应该能拖延一阵子。可万一这些理由不管用呢？面对辛西亚的担忧，戴尔表现得异常冷淡，他只说剩下的交给他处理。辛西亚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拼尽全力演好戏。还没等他再多问一句，戴尔就直接下了逐客令。看着紧闭的大门，辛西亚心里五味杂陈。原本是为了躲避债主才接下这份差事，可现在看来，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更可怕的无底洞。事到如今，后悔也没用了，只能先把明天的见面彻底搅黄再说。只要不出什么意外，计划应该能顺利进行。可明天的事，谁又能说得准呢？只要能平安度过明天，辛西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可谁能想到，老天爷竟然先动手了。第二天一早，原本约好的高档餐厅，竟然在一夜之间烧成了一片废墟。这可是首都最好的餐厅，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没了。泰西恩看着眼前的残骸，质问随从鲁斯到底怎么回事。鲁斯吓得冷汗直流。昨晚餐厅确实起了火，经理却自作聪明想私下解决，结果不但没压住火，连消息都给耽误了。泰西恩现在只想知道还有没有备选方案。看鲁斯那副支支吾吾的样子，显然是根本没准备。辛西亚在一旁冷眼旁观，虽然他也想换个地方，但绝对不能由他开口。以前的见面地点全是贝利家族精心安排的，如果现在随便选个地方，很可能会在泰西恩面前暴露出他根本不懂贵族品味。这场意外的火灾到底是帮了他，还是给他挖了个更大的坑？如果现在就给回个家，那拖延时间的计划就全毁了。辛西亚脑筋飞速转动，他主动提议去附近的餐厅，那是贝利家族名下的产业，虽然还没正式开业，但厨师和服务员早就待命了。泰西恩显然有些迟疑，他觉得这样太唐突，不如去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可把辛西亚吓坏了，去大公熟悉的地盘，那不是明摆着去送死吗？为了扭转局面，辛西亚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他放低姿态解释道，今天其实是想由他来请客，毕竟上次在大公府邸，他的表现实在太失礼了。作为未婚妻，这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看着辛西亚这副诚恳的样子，泰西恩最终还是心软了，他答应一起前往。辛西亚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虽然过程惊险万分，但好歹是把这个男人带进了自己的包围圈。为了让计划万无一失，辛西亚先打发女仆维奥莱特去餐厅提前打点好一切，他甚至还体贴地提议两人可以慢慢走过去，反正路程也就10分钟。可话刚说完，泰西恩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紧紧捂住嘴巴，
整个人显得异常局促。辛西亚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己闯了大祸。泰西恩根本看不见路，让他走在周末拥挤的街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刚才光顾着隐藏身份，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随从鲁斯也看出了不对劲，赶紧询问要不要换个地方。辛西亚正打算顺坡下驴，泰西恩却突然松了口，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直言只要能和未婚妻在一起，去哪里他都无所谓。泰西恩并没有打算退缩，他直接打发走了随从鲁斯，让他立刻去调查火灾的真相，自己则要单独陪辛西亚走走。看哲鲁斯离开的背影，辛西亚心里还是直打鼓。他试探着询问大公，身体真的没问题吗？千万不要为了面子强撑。泰西恩听完却笑了笑，直言刚才只是有些紧张，毕竟太久没走过这种闹事了。比起一个人硬闯，他更需要未婚妻的帮助。他主动向辛西亚伸出手，询问他是否愿意搭把手。辛西亚愣了一下，随即立刻挽住了他的胳膊。既然大公都这么说了，那他自然要尽到带路的责任。两人就这样并肩走在街头。辛西亚看着身边的男人，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他刚才的异样，真的只是因为太久没出门。可他却忘了，一个习惯掌控全局的男人，真的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表现得那么狼狈吗？街道上的嘈杂声，此刻却成了最锋利的刀刃。马车轮碾过十字路，孩童的嬉笑声此起彼伏。这些原本平常的声音，在泰西恩耳中却变了质。不远处传来父亲训斥孩子的声音，那句没出息的东西，瞬间勾起了他最深层的恐惧。那是来自他亲生父亲的诅咒。黑暗如潮水般涌来，泰西恩死死握住手里的手杖，他感觉双腿沉重的无法挪动，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就在他即将被阴影吞噬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唤，那是辛西亚的声音，像是一道刺破黑暗的光，强行将他从噩梦中拽了回来。刚才那种窒息的感觉，竟然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轻声解释着，刚才只是有孩子弄坏了玩具，所以才会被母亲责备。那些刺耳的尖叫和训斥，被他这么一说，反而变得充满了生活气息。泰西恩慢慢平复下来，他发现只要听着这个声音，周围的嘈杂就不再是折磨。辛西亚紧紧挽着他的胳膊，提醒他前面有马车经过，可能会有一阵巨大的声响。可当马车真正驶过时，带来的却不是惊吓，而是一阵沁人心脾的花香。原来那是一辆装满鲜花的马车。辛西亚拉着他深呼吸，让他感受春天到来的气息。泰西恩第一次觉得，这个原本让他恐惧的世界，竟然变得如此清晰且生动。只要他在身边，黑暗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辛西亚的声音在耳边回荡，仿佛在温柔地告诉他，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恐惧和噪音，那些曾经让他窒息的阴影，在这一刻彻底消散了。看着眼前笑容灿烂的女人，泰西恩轻声回应着：“是的，他确实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属于阳光的温度。”大公，请等一下。辛西亚指着路边的花丛，这里的花开得真好，连空气里都是香味。既然马车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就继续走吧。可身边的泰西恩却突然停住，整个人像是被定在了原地。是因为刚才马车的声音吓到这位大公了吗？辛西亚关切地凑过去询问，却发现泰西恩的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明明只是躲个马车，反应怎么会这么大？直到泰西恩低声提醒，让他看看手放的位置，辛西亚这才猛地反应过来，刚才情急之下，自己竟然一直紧紧抓着他的手臂，这种过分亲密的距离，让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对不起，大公，我真的只是想拉开你而已。辛西亚吓得直接跳开，这下误会可真是闹大了。刚才真的只是意外，我绝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辛西亚急忙摆手解释，生怕被这位大公误会。没关系的，泰西恩的声音依旧温柔。其实多亏了你刚才帮忙，不然我可能一步都走不动。听到这话，辛西亚才松了口气。正打算为刚才的事理道歉，可下一秒，一只宽大的手掌却突然附在了他的手背上。泰西恩竟然主动牵住了他。等等，这是什么情况？辛西亚整个人都僵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泰西恩已经低下了头。他说自己太久没出门了，现在心里其实非常紧张。如果不觉得麻烦的话，能不能就这样牵着手走？当然可以。辛西亚几乎是下意识的答应。可看着两人紧握的手，他的脑子已经彻底乱成了一团。冷静一点，他只是因为太紧张了而已。可为什么这种心跳声根本停不下来？这只是为了大公的安全，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辛西亚在心里不停地告诫自己。可直到两人走进餐厅，他整个人还是晕乎乎的，甚至连怎么坐下的都记不清了。明明面前摆着美味的意面，可他的注意力却全都在刚才那只手上，那种触感挥之不去，甚至比预想中的还要温暖。这种异样的温度让辛西亚完全没办法集中精神。这里的菜确实很不错，看来你们家请了位好厨师。泰西恩的一番赞赏，总算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可看着对方淡定的样子，辛西亚却觉得手心里的热度反而更烫了。自从刚才牵过手之后，脑子里就全是泰西恩的样子。辛西亚努力压抑着心跳，客气地回应着对方的赞赏。本来应该由我来招待您的，结果却变成了现在这样。想到那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辛西亚心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泰西恩反而轻声安慰他。谁也没办法预料这种意外，而且他原本就打算明年翻修，所以损失并不算太严重。听到这里，辛西亚才稍微安心，但他还是忍不住追问：起火的原因查清楚了吗？泰西恩放下了手中的杯子，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辛西亚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在原本的故事剧情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场火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着泰西恩那副深沉的模样，辛西亚心里突然升起一丝不安，希望真相能早点查明。泰西恩礼貌地表达了感谢，甚至还主动发出了邀请，下次一定要请你去我的府邸。糟了，我原本是想阻止下次见面的。辛西亚猛地灌了一口水，试图掩饰内心的慌乱，毕竟按照原计划，绝不能让两人的关系再推进了。可泰西恩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差点当场喷出来，既然下次还要见面，不如我们顺便讨论一下接下来的阶段吧。辛西亚颤抖着放下杯子，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您指的阶段是什么？”泰西恩的神情依旧淡定，仿佛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当然是我们的婚礼。婚礼这两个字像雷一样在耳边炸响，辛西亚整个人都傻了，脑海中甚至浮现出两人穿着礼服步入礼堂的画面。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点？泰西恩却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补充着他的计划。既然你喜欢这里的花园，那我的别墅里有更大的，所以想邀请你去那里看看。辛西亚此时已经彻底凌乱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泰西恩竟然会如此主动。明明管家戴尔之前还保证过，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真的会被骗去结婚的。辛西亚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直到泰西恩轻声唤他，他才猛地回过神来。我想在花谢之前招待你，下周找个时间再见面吧。面对这步步紧逼的攻势，辛西亚只能硬着头皮撒谎。下周我必须去看家庭医生，毕竟还得为婚礼做准备。他在心里拼命给自己找借口，可泰西恩根本不打算放弃。既然下周不行，那就再往后推1周怎么样？辛西亚急得冷汗都要下来了，连忙推脱说家里有亲戚要来，这种聚会绝对不能缺席。看着泰西恩逐渐沉默的样子，辛西亚心里开始打鼓，难道是拒绝的太明显了吗？果然，泰西恩紧接着追问：“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聚会，到底是为了庆祝什么呢？”这下彻底把辛西亚问住了。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圆谎时，管家戴尔的声音及时响起：“是为了商团回归的紧急会议。”没错，就是那个商团。辛西亚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说要回去和长辈们商量。可泰西恩接下来的话却让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商团作为订婚的条件，不是已经归还给你们家族了吗？这下谎话直接撞到了枪口上，辛西亚只能尴尬的大笑起来，试图用笑声掩盖内心的慌乱。对啊，就是因为关系到婚事，所以我才绝对不能缺席。求求你就先放过我这一次吧。看着辛西亚那副拼命解释的样子，泰西恩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既然你有这么重要的安排，那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他终于松了口，不再继续追问，甚至还体贴地举起了酒杯，提议下次再找机会见面。太好了，计划通。辛西亚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他甚至想立刻告诉管家戴尔，这次会面简直是大获全胜。可他还没高兴多久，戴尔愤怒的咆哮声就差点把屋顶给掀了。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原来辛西亚随口编的那个借口，竟然引发了一场行政灾难。关于商团回归的工作量莫名其妙的突然暴增，对方不仅疯狂索要各种文件，甚至连相关的负责人员都集体失联找不着人了。看着眼前堆成山的公文，戴尔气的整个人都要炸了。可辛西亚还是一脸无辜，觉得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不明白戴尔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戴尔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看着这个还没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的女人，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是没法安生了。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点，这场突如其来的混乱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大公泰西恩亲自出手干预的结果。辛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原本以为那只是个随口编造的借口，却没想到泰西恩竟然会为了这件事大动干戈。戴尔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明明只差最后一步，现在却连什么时候能拿回来都成了未知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外人肯定会怀疑我们在暗中搞什么阴谋。辛西亚怎么也想不通，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公为什么要突然针对他。戴尔的眼神变得异常犀利，他直截了当地逼问辛西亚，上次见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所有的麻烦都是从那次会面之后开始的。辛西亚只能拼命掩饰，辩解说对方可能只是谨慎，但这个理由连他自己都骗不了。戴尔冷冷地戳穿了幻想，商团对大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他当初答应归还仅仅是因为那场婚约，明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可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泰西恩却亲手按下了暂停键。他到底在等什么诱，或者他到底看穿了什么？戴尔的话听起来就像一切都是辛西亚的错。既然想不出原因，戴尔直接下达了死命令，让他今天就去见大公，当面问个清楚。辛西亚整个人都慌了，因为这已经是第5次见面，按照社交界的规矩，这几乎等同于定下婚约。可戴尔根本不在乎这些，哪怕这次见面会直接快进到商讨婚礼，他也觉得无所谓。在他眼里，拿回商团的控制权远比辛西亚的婚姻更重要。这种冷酷的表态让辛西亚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戴尔甚至凑到他耳边留下了最后的警告，如果这次拿不回商团，家族里的那些长老们会把所有的罪名全部推到辛西亚一个人头上。这已经不是在商量，而是赤裸裸的威胁。如果任务失败，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戴尔的话还没说完，如果任务失败，辛西亚不仅要背负巨额赔偿，整个帝国也将再无他的容身之地。这种极端的压迫感让他忍不住喊出这不公平。可戴尔只是冷冷地提醒他，这里是贝利家族，任何损害家族利益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绝不会被原谅。辛西亚这才彻底清醒过来，原本以为签下契约是为了逃离债务的泥潭，却没想到自己只是跳进了一个更大的陷阱。
面对戴尔最后的通牒，他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除了硬着头皮去见大公，他已经无路可走。当天下午，辛西亚独自坐在大公府的会客室，周围安静的让人窒息。他知道接下来的这场博弈将决定他最后的生死。戴尔的叮嘱还在耳边回响，他要求辛西亚表现得自然点，千万别露出急着拿回商团的破绽。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不是因为违约的代价太惨重，辛西亚根本不想再次面对那个深不可测的大公。他在会客室等了很久，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泰西恩的副官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他打算先行离开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瓷器破碎的声音。原本安静的府邸瞬间乱成一团，有人在声嘶力竭的大喊：“快去请医生过来！”辛西亚意识到出大事了，他本想趁乱悄悄离开，却撞见是从鲁斯正神色慌张的奔跑。他一边跑一边大喊着：“快把镇静剂拿过来！”镇静剂这个词让辛西亚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他下意识地看向声音的来源，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房间里乱成了一团，几个侍从正死死按住那个往日高高在上的大公，有人在大声嘶喊着：“快按住他！立刻注射镇静剂！”辛西亚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倒在地上狼狈喘息的男人，竟然就是泰西恩。听到辛西亚的声音，泰西恩勉强抬起头，断断续续地唤了一声“小姐”，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冰冷的针头就直接扎进了他的颈侧。随着药液推入，泰西恩最后的挣扎也消失了，他整个人彻底瘫软下去。辛西亚下意识捂住嘴巴，眼前的这一幕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侍从鲁斯终于发现了他，他一边扶住昏迷的大公，一边用沉重的语气开口：“请允许我向您解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鲁斯向辛西亚坦白了真相。泰西恩这种失控的状态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是最近一直很稳定，才让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大公，辛西亚敏锐地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不能外传的秘密。鲁斯突然神色郑重地请求他，只要辛西亚愿意保守秘密，作为交换，他会在本月内归还商团。辛西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让他头疼不已的难题，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迎刃而解。鲁斯解释说，大公已经把商团的处置权全部交托给了他，只要辛西亚点头，这份沉重的契约就能和平结束。面对这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辛西亚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拒绝。鲁斯离开后，房间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辛西亚看着病床上的男人，脑海中全是鲁斯刚才的话。谁能想到，这位权倾朝野的大公，童年竟然因为失明遭受过亲生父母的虐待。看着他手上那些陈旧的伤痕，辛西亚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男人背负的痛苦。只要他现在点头答应，就能拿回商团彻底解脱。可如果他就这样一走了之，泰西恩的世界里恐怕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就在这时，昏睡中的泰西恩突然呢喃出声，他卑微地向母亲道歉，甚至在梦里安慰着别人，说自己已经能看见了，让他别再难过。看着这个在梦里都如此脆弱的人，辛西亚原本坚定的心彻底乱了。看着梦中痛苦挣扎的泰西恩，辛西亚心里很清楚，他正在经历失明的噩梦。回想起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如果不是泰西恩一直护着他，他根本不可能撑到现在。哪怕他漏洞百出，这个男人也从未想过放弃他。可自己刚才在想什么？竟然只想着利用完他就拿着商团一走了之。这种自私的想法让辛西亚感到一阵愧疚。他轻轻伸出手，抚上泰西恩被汗水浸湿的脸庞。难道除了逃跑，就没有别的办法能帮到他吗？看着这个脆弱的男人，辛西亚在心里默念着他的名字。这一次，他不想再当那个旁观者了。和鲁斯达成交易没几天，泰西恩竟然主动送来信件，说要亲自到府上拜访。上次离开时没能见上一面，这次算是躲不掉了。这已经是两人的第5次见面，虽然一直想保持距离，但心里确实也在担心他的情况。为了这次特殊的任务，必须戴上特制的魔法隐形眼镜，这东西的效果确实惊人。既然戴尔说会处理好婚约，那就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维奥莱特已经帮辛西亚打理好了一切，有了这位女仆的帮忙，准备工作确实轻松了不少，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好久不见了，小姐。泰西恩带着一大束蓝色玫瑰出现在了辛西亚面前，这花束大得惊人，甚至让他整个人都显得温柔了不少。他说这花香让他想起了辛西亚，所以特意准备了这份惊喜。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还有这么浪漫的一面。泰西恩轻声询问这份礼物是否合他的心意。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辛西亚心里却满是愧疚，毕竟自己只是个冒牌货，利用他的感情来换回商团，这种欺骗的感觉并不好受。为了掩饰这份不安，辛西亚只能感叹自己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花。泰西恩似乎很受用，甚至想听听他眼中的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深蓝色的玫瑰丛中点缀着洁白的小花，看起来既柔软又蓬松。面对泰西恩的这份真心，辛西亚反而更加不知所措了。既然决定要配合鲁斯，那就必须对他表现出诚意。辛西亚看着怀里的花，随口夸赞这些小花很有活力，甚至还开玩笑说这些蓝玫瑰看起来太诱人，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这话刚说完，泰西恩竟然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觉得辛西亚看花时的想法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缓解这份尴尬，辛西亚赶紧提议坐下聊。两人在客厅相对而坐，看着泰西恩优雅喝茶的样子，辛西亚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自从那天分别之后，他一直很担心这个男人的身体，现在看他气色还不错，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不过泰西恩显然不是专门过来叙旧的，他放下茶杯，直接切入正题。听说
你前几天去过我的府邸，而且还有话要当面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面对泰西恩的追问，辛西亚一时间有些语塞。毕竟鲁斯已经答应归还商团，这件事绝不能让泰西恩知道。要是说出自己是去催债的，恐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为了掩盖真相，辛西亚只能硬着头皮撒谎。他说当时只是刚好路过，因为突然想到了大公，所以才决定顺路进去看看。本以为这个借口能糊弄过去，谁知泰西恩的重点完全跑偏了。他带着笑意轻声反问：所以你这是在说想我了吗？还没等辛西亚反应过来，泰西恩竟然温柔的回应：我也很想你，辛西亚。这一声称忽让辛西亚彻底愣住，原本以为成功转移了话题，结果对方不仅接了话，甚至还直接喊出了他的真名。明明上次已经说好不再随便提起这个名字，他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听到真名被喊出来，辛西亚吓得赶紧凑过去，小声哀求大公千万别这么叫，要是让戴尔知道自己喝醉后把真名泄露了，那他可就真的没命活了。泰西恩却一脸无辜，提醒说是他亲口告诉他的，难道有什么不能叫的理由吗？辛西亚只能尴尬的陪笑，强调自己现在的身份可是伊丽莎白·贝利。但泰西恩显然更中意真名，甚至还提出了一个让辛西亚无法拒绝的建议：既然不能公开叫，那就当成两人之间的秘密，只有私下相处的时候才这么喊。看着泰西恩那犯规的笑容，辛西亚原本想反驳的话全都卡在了嗓子眼里。正当气氛变得暧昧时，泰西恩却突然起身准备离开，这让辛西亚有些措手不及。明明才刚坐下没多久，这个男人怎么走得这么快？泰西恩解释说，餐厅起火的原因已经找到了，他只是在处理公务的途中顺路过来看看，虽然有些遗憾，但下次一定会有更多时间。辛西亚心里虽然不舍，也只能叮嘱他路上小心。以前每次见到泰西恩，他都只想赶紧逃跑，可为什么现在每次分别，心里都会觉得空落落的？是因为担心契约结束后他会变得孤身一人吗？还是因为自己一直在骗他，所以产生了愧疚感？又或者是他已经习惯了现在的角色？正当辛西亚胡思乱想时，泰西恩突然停下脚步，他温柔地开口，想要借用一下他的手。还没等辛西亚反应过来，他已经轻轻执起他的手，在指尖留下了一个吻，并轻声许下了下次的约定。看着泰西恩离去的背影，辛西亚彻底陷入了迷茫，他越来越看不清自己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看着窗外，辛西亚忍不住叹了口气，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到了这个月底，商团就能顺利回到自己手里，这明明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可一想到即将离开泰西恩，心里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在彻底告别之前，难道就没有什么是他能为泰西恩做的吗？坐在一旁的维奥莱特察觉到了辛西亚的异样，他放下手里的活，关心的询问辛西亚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毕竟他已经对着空气在那儿叹气好半天了。辛西亚有些心虚，只能搬出那个万能借口。他说自己有个朋友的朋友现在正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想听听维奥莱特的建议。维奥莱特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认真表示会尽力帮忙。辛西亚这才试探着开口，那个朋友得到了一次交易机会，如果接受了，一个人能拿回梦寐以求的东西，另一个人能守住主人的秘密，甚至连那个朋友自己都能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这听起来简直是三赢的局面。可唯独有一个人会被彻底蒙在鼓里，对那个人来说，这场交易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他已经因为失明承受了太多，如果再发现未婚妻只是在利用他，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真不敢想象他会有多崩溃。所以那个朋友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补偿他。维奥莱特听完若有所思，直言这位朋友似乎很在意那个人。辛西亚赶紧摆手否认，解释说只是觉得他有点可怜。维奥莱特倒是一针见血，既然想补偿，那就送他最想要的东西好了，只要得到了内心深处的渴望，其他事情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辛西亚愣住了，泰西恩最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财富、权力还是名望？作为帝国最富有领地的大公，他年轻多金，位高权重，这个男人明明已经拥有一切了，到底还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泰西恩确实拥有一切，但那只是物质上的满足，一定还有什么是他渴望却始终无法得到的。辛西亚冷静下来，仔细回想，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泰西恩曾经温柔说过的话，他也希望能在更年轻的时候亲眼见一见辛西亚。没错，就是这个。对于一个失明的人来说，最想要的永远是重见光明。辛西亚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兴奋地站起身，顾不上维奥莱特的疑惑，推开门就要往外冲。维奥莱特吓了一跳，赶紧提醒他还没换上伪装。可辛西亚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次他不打算躲在面具下，他要以辛西亚的身份出去，他要亲自去寻找那瓶能治好眼睛的药水，只要能让泰西恩看见，无论多难他都要试一试。维奥莱特紧跟在后面，一头雾水地问辛西亚这到底是要去哪儿。两人此时已经来到了帝都最繁华的卢索斯街，辛西亚头也不回地回答，他要去见一位药剂师。在原本的故事线里，泰西恩确实会恢复视力，靠的是一种神奇的药水，而那瓶药水最核心的成分就是一种叫提特罗尼亚的花。按照原剧情的发展，泰西恩以后会自己找到它，但辛西亚等不了那么久了，他要为他提前开启这个进度。两人来到一家偏僻的店铺前，推开门，里面堆满了杂物，一个声音从暗处传来，欢迎光临。辛西亚掀起斗篷的兜帽，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他正在寻找提特罗尼亚花。泰西恩现在最想要的就是重新看见这个世界，为了帮他实现愿望，必须找到提特罗尼亚花，还有那位能把花变成药传闻中的药剂师以诺。按照原本的故事线，以诺
就在这一带开药店。辛西亚走进一家店铺，柜台后的老人主动搭话，问这位小姐在找什么。辛西亚直接说明了来意，她需要提克罗尼亚花。本以为这种花很难找，没想到老人笑眯眯地问具体需要多少数量。看来第一步进展很顺利，但光有花还远远不够，要做出那种复明药水，还需要另一种核心材料，那就是随处可见的基尔奇树叶。这种东西在民间很常见，想弄到手并不算难。这种提克罗尼亚花其实藏着一个阴暗的秘密，它的根部有致幻作用，常被用来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在原本的故事线里，伊丽莎白也买过这种花，但她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任由这朵花在角落枯萎。直到有一天，她随口命令女仆去救活它。女仆在慌乱之中，把稀释后的基尔奇树叶直接浇在了花根上。虽然花最后还是枯死了，却被药剂师以诺捡了漏。他利用这朵枯萎的花，研发出了复明药水。原来基尔奇树叶刚好能中和掉花里的毒性，只留下刺激式神经的效果，这才是药水的真正配方。可现在伊丽莎白不在了，这种巧合绝不会再发生。想要拿到救命的药水，只能靠我亲手把它做出来。留给泰西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原著里没写具体的配比，只能尽可能多买一些，靠不断的尝试来找答案。辛西亚让老板有多少卖多少，老板却露出一副懂了的表情。他以为这位年轻小姐是想买回去追求什么刺激，甚至还想提供特殊加工。辛西亚早就料到会被误会，毕竟这花的用途名声在外，他懒得解释，也不想耽误时间，只想赶紧拿货走人。这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让老板别再拿客人开玩笑了。辛西亚顺着声音看过去，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金色的瞳孔，略微下垂的眼角，还有那颗标志性的泪痣，这副长相和原著里的描述简直一模一样，绝对没错了，就是这个男人。在原本的故事线里，是他亲手治好了泰西恩的眼睛，那位传闻中的天才药剂师以诺竟然就在眼前，这简直是意外之喜。既然正主已经出现了，那接下来的计划就要彻底改变了。老板一看到以诺出现，态度立马变得恭敬起来。以诺没打算跟他废话，催促他赶紧把花给客人。老板一边打包一边念叨，既然两位原本就认识，早说的话还能多送点赠品。辛西亚抱着一大捆花，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光拿到原材料还不够，得想办法让以诺出手帮忙。在原本的故事里，以诺可是个重量级角色，他不仅长得帅气，在药剂学上更是个天才。当初伊丽莎白随口一句话，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花在医学上的潜力，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构思配方了。如果现在能推他一把，复明药水的问世时间绝对能大大提前。辛西亚快步追了上去，直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盯着眼前的男人，开门见山地问了一句：“你就是那位传闻中的魔法药剂师吧？”以诺显然没料到这个陌生女孩会认出自己，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整个人都愣住了。以诺虽然有些迟疑，但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辛西亚趁热打铁，提出想和他单独聊聊。两人来到一间药剂室，到处堆满了厚厚的典籍。以诺一边整理着手头的工作，一边随口询问他的需求。辛西亚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地给出了答案。他想要一种能让失明者复明的药水。听到这个离谱的要求，以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竟然当场大笑起来。他觉得眼前的女孩简直是在拿他寻开心。等笑够了之后，以诺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辛西亚，这世上的药剂千千万万，但唯独没有一种药能让失去的视力重新恢复。在这一行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他并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打破这个不可能的人正是他自己。以诺甚至觉得辛西亚是想要致幻剂，还大方表示可以免费送他。辛西亚这才意识到，现在的以诺还没开始研究，既然天才还没开窍，那就只能由他来点拨了。他直接抛出了关键配方：提克罗尼亚花加上科尔奇之叶。以诺听完眉头一皱，科尔奇之叶只是廉价货，这种平民用的东西怎么可能治得好眼睛？辛西亚却表现得非常专业，他解释说，这种汁液能精准提取出刺激神经的成分，但必须在暗室里静置几天，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套闻所未闻的理论让以诺陷入了沉思，他收起了刚才的轻浮，决定破例帮他测试一下。辛西亚心里松了一口气，第一步总算是成功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以诺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女孩，问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你到底是谁？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情报？以诺的眼神里写满了怀疑，既然你连配方都知道，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反而要来找我这个陌生人？辛西亚心里咯噔一下，幸好今天没穿那身显眼的礼服，不然身份早就暴露了。他稳住心神道：打一霸。质问以诺在打听女士身份前，竟然连自我介绍都没有，这可一点都不绅士。以诺被他这副样子逗笑了，他大大方方报上了姓名。既然自己都要免费打工了，总该知道雇主是谁吧？辛西亚却没打算轻易松口，他随口开了个条件，只要这次实验能成功，他自然会告知真实姓名。毕竟要是失败了，以后也没必要再见面。以诺听完嘴角微微上扬，他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对药剂学的自信。他让辛西亚后天再来，辛西亚简直不敢相信，这种级别的神药难道2天时间就能搞定？转眼到了约定的日子，辛西亚再次踏入药剂室，等待他的究竟是奇迹还是失败。2天后，以诺拿出一瓶红色药水，这就是辛西亚想要的答案。现在轮到辛西亚履行诺言，交代身份了。辛西亚看着那瓶药水，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只要泰西恩恢复了视力，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到时候他应该就不会再提解除婚约这种伤心事了。
为了保住这个秘密，辛西亚决定编个瞎话。他自称叫辛西亚，就住在附近的一家店里。至于那个神奇的配方，他说是因为自己干活时不小心把汁液洒到了花上，清理的时候弄进了眼睛，反而觉得视力变清晰了。再加上同事的推荐，这才壮着胆子来找以诺。这个故事听起来天衣无缝。辛西亚赶紧转移话题，现在药水已经到手。以诺一把拦住，提醒他还没付钱呢。辛西亚愣了一下，刚才聊得那么投机，还以为这药是白送的。以诺笑得一脸灿烂，他说看在辛西亚提供了关键配方的份上，可以破例给他打个折。辛西亚还没来得及道谢，以诺就伸出一根手指，报出了那个优惠价，不多不少60万金币。这个数字像雷一样，直接在辛西亚耳边炸开。60万金币！辛西亚整个人都傻了，明明刚才还说是免费的，怎么转头就翻脸要钱？以诺却表现得理直气壮，他说实验过程确实免费，但没说这药水也不收钱，这逻辑简直无懈可击。为了能让泰西恩醒过来，60万买条命根本不贵。辛西亚被对得哑口无言，现在根本没时间再去重新找药剂师了。更糟糕的是，之前的定金早就被他拿去还债了，现在的辛西亚兜里比脸还要干净，这60万巨款到底要上哪儿去偷呢？辛西亚看着那瓶药水，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要是没有他的关键配方，以诺根本做不出这东西。既然以诺想要60万，那不如直接把配方做价60万卖给他。辛西亚指着以诺提议，这药水以后肯定大火，只要以诺肯买下配方，两人就算两清了，而且以后还能长期合作，这简直是双赢的买卖。以诺拿着药水陷入沉思，他确实没法拒绝这个诱人的提议，毕竟掌握了核心技术，以后赚的可不止这点钱。以诺终于露出了笑容，他点头答应了这笔交易。辛西亚这下总算松了口气，不仅保住了泰西恩的命，还顺手把这笔巨债给彻底抹平了。以诺把药水递了过来，叮嘱辛西亚用法很简单，就像滴眼液那样使用，虽然可能要多滴几次，但绝对不会有任何痛苦。辛西亚紧紧握着药瓶，泰西恩终于有救了。可一想到大公的身体，辛西亚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反复追问以诺，这药是不是真的安全？毕竟泰西恩现在可经不起任何折腾。以诺听完直接气笑了，既然辛西亚这么不信任，那他就亲自证明一下。还没等辛西亚反应过来，以诺就一把夺过药瓶，仰头往自己眼里滴了一滴，这动作干脆利落。事实证明这药确实没问题。以诺一脸淡定的表示，既然想当合作伙伴，最起码的信任总该有吧。辛西亚这下彻底放心了，救命的药已经到手，接下来就看泰西恩能不能醒了。他看着手里这瓶药水，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可是原著里公认的天才，即便没有伊丽莎白的提示，以诺也能把药给配出来。辛西亚这下彻底服气了，他笑着向以诺道谢，并约定如果以后有需要，就在两人出狱的店里留信。以诺也大方地挥了挥手，祝辛西亚使用配方顺利，并叮嘱他回家路上小心。救命的药水已经到手，以诺看着辛西亚离开的背影，忍不住轻笑了一声，这个小骗子走的头也不回，说什么配方是偶然想到的，可他刚才那副急切的模样，分明是想救什么重要的人。这种拙劣的谎言根本瞒不过以诺的眼睛。不过他并不打算拆穿，反而觉得这个女人真有意思。既然配方已经到手，以诺准备立刻开始研究量产。而另一边的辛西亚已经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大公府，守在门口的鲁斯吓了一跳，他不明白辛西亚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辛西亚顾不上解释，开口就问泰西恩在不在里面。他现在只想立刻见到大公，可鲁斯听完却面露难色。他告诉辛西亚大公却实在，但今天恐怕很难见到了。辛西亚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泰西恩的情况又恶化了吗？辛西亚紧紧抱着怀里的礼物，听鲁斯说泰西恩刚服下镇静剂，自从那天之后，大公的身体就一直反复发作，看着心爱的人受这种苦，辛西亚只想让他快点醒过来。他语气坚定地告诉鲁斯，这种特殊时刻，他更应该守在泰西恩身边。鲁斯听完愣了一下，还没等他开口拒绝，辛西亚就搬出了杀手锏。他说自己毕竟是大公的未婚妻，于情于理，谁也没资格拦着他。鲁斯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他只能侧身让开一条路，并小声叮嘱辛西亚，大公现在的状态非常敏感，进去之后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惊动到他。房门缓缓推开，泰西恩正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看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辛西亚知道留给他的时间恐怕真的不多了。辛西亚放轻脚步，慢慢走到泰西恩的床边，看着男人沉睡的侧脸，他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辛西亚在耳边低语，说他很快就能彻底解脱，再也不用受这些伤痛折磨。或许是听到了这阵声音，泰西恩的指尖微微动了一下，他在半梦半醒之间，总觉得这个声音很耳熟。难道是辛西亚回来了吗？辛西亚笑着解释道，他知道大公需要休息，但因为实在有急事想见他，所以才坚持要进房间守着。泰西恩靠在床头，看着辛西亚手里的礼物，他轻声问，这是给自己的吗？辛西亚笑着点了点头，还反问大公愿不愿意接受。泰西恩表现得很有风度，他说既然是女士送的礼物，自己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甚至还因为现在的狼狈样子向辛西亚表达了歉意。辛西亚赶紧摆了摆手，直言是自己不请自来。随后他拿出了那瓶药水，谎称这是专门为大公准备的，用来缓解疲劳的滴眼液。这瓶药真正的功效是帮泰西恩恢复视力，但他现在绝不能说实话，否则一旦引起泰西恩的怀疑，他所有的计划
都会泡汤。泰西恩看着那瓶药水，嘴里重复着滴眼液3个字，他显然没料到辛西亚大费周章进来，竟然只是为了送这个。泰西恩无奈地提醒辛西亚，他的眼睛早就已经看不见了。这些年他试过无数种药，可每一次的结果都只是让他从希望坠入绝望。他实在不想再折腾下去了。辛西亚却表现得非常坚持，他说这药是专门找人定制的，哪怕看不见也一定能缓解眼部的疲劳。看着泰西恩那副心灰意冷的样子，辛西亚突然伸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深情款款地告诉大公，这段时间因为有他在身边，自己才觉得自己是个珍贵的人，那些相处的点点滴滴都是他生命中最闪耀的时刻。辛西亚说的言辞恳切，仿佛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像大公这样温柔的人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这瓶药水就是他能给出的最好的谢礼。面对这样一番深情告白，泰西恩原本坚硬的心似乎也开始产生了一丝动摇。辛西亚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强调这药水的神奇，只要用一次就能看到效果。既然是未婚妻的一番心意，自己确实不该一直拒绝。于是泰西恩主动提出让辛西亚帮他把药滴进去。听到这话的辛西亚简直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他立刻拿起药瓶，他小心翼翼地撑开泰西恩的眼皮，将药水滴了进去。在伊丽莎看来，虽然彻底恢复需要用完1整瓶，但现在的这点剂量已经足够让泰西恩重见光明。可药水才刚滴进去没多久，泰西恩就突然发出一声惨叫，他痛苦地捂住双眼，只觉得眼睛里传来一阵从未有过的诡异灼烧感。泰西恩整个人瘫倒在床上，身体因为剧痛而不断抽搐。原本满心期待的辛西亚，此刻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知所措。这瓶所谓的救命药水，难道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这难道是药水的副作用吗？明明在原著剧情里，只要用了这瓶药就能好转。如果泰西恩的眼睛真的因为自己而彻底毁掉，那他所有的计划就全完了。辛西亚挣扎着想要起身，大声呼喊外面有没有人在，可还没等他跑出门，一只强有力的手就猛地将他拽了回去。泰西恩死死扣住他的肩膀，整个人顺势压了上来。辛西亚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瞬间屏住了呼吸。就在这一片混乱中，泰西恩缓缓睁开了双眼，那双深邃的紫色眼眸里倒映出了辛西亚的样子，波浪般的金色长发，还有贝利家族标志性的绿眼睛。泰西恩仔细端详着眼前的面孔，小巧的鼻子，还有红润的双唇，他轻声感叹着，眼前的这个人长得和他描述中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泰西恩缓缓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对方的脸颊，他说自己等了这么久，终于能够亲眼看到她了。辛西亚。泰西恩注视着眼前的女人，轻声感叹着她的美丽，甚至比他想象中还要动人千百倍。他深情地唤着辛西亚的名字，仿佛不敢相信朝思暮想的人就在眼前。泰西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毕竟这种美好的画面他从小到大都没梦见过。辛西亚听着他的呢喃，一时间竟然忘了反驳。辛西亚缓缓伸手指尖轻触着他的脸颊，这不是梦，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不稳定，接下来的几天必须按时吃药才行。泰西恩感叹自从遇见他之后，每一天都像是奇迹。泰西恩好奇地追问，难道他早就知道那副药能治好他的眼睛吗？辛西亚被问得措手不及，只能支支吾吾地掩饰，说自己只是听说有这种效果。他心里暗暗叫苦，恨自己刚才为什么要多嘴。泰西恩并没有起疑，反而露出了温柔的笑意。他说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报答这份恩情。辛西亚愣在原地，等这个月底，这场虚假的婚约就会彻底结束，然后你会遇到你真正的终身伴侣，然后拥有你的幸福结局，那将是我离开你们世界前的回报。辛西亚紧紧攥着拳头，虽然理智告诉他应该放手，可一想到再也见不到这张脸，心中就涌起一阵酸楚。辛西亚微笑着摇了摇头，他说自己不需要任何报答，只想送给他最后一份礼物。泰西恩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他追问为什么要说是最后的礼物，难道他打算就这样丢下他消失吗？辛西亚被吓得连连摆手，赶紧解释这只是个玩笑，以后他只负责收礼，绝不会再提送礼的事。泰西恩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深情的承诺以后会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只要他别再说离开的话。辛西亚表面乖巧的答应着，内心却在疯狂提醒自己，在目的达成之前绝对不能露出半点马脚。此时窗外的随从还在感叹说，这简直是神迹降临，一定是上天派这位小姐来拯救大公的。可站在窗边的泰西恩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鲁斯兴奋的手舞足蹈，感叹大公复明简直像做梦。他提议立刻把消息传遍帝国，甚至还提到工会回归的事已经在加速推进。可话还没说完，泰西恩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他冷冷地打断了鲁斯，警告他不要自作主张。鲁斯吓得赶紧低头认错。泰西恩注视着窗外，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说从这一刻起，工会回归的所有事务都将由他亲自接管。鲁斯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只能恭敬地退了下去。然而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天下午，贝利家族的府邸乱成了一团，伴随着一阵急促的推门声，下人们惊慌失措地大喊着：“辛西亚小姐出大事了！”戴尔火急火燎地冲进房间，大喊着：“现在可不是喝茶的时候！”辛西亚
却显得气定神闲。他以为戴尔只是想说大功复明的那点小事，可戴尔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泰西恩竟然公开宣布，只要婚约1天不解除，他就绝不会归还工会。这个消息让家族的长辈们彻底陷入了疯狂，他们一致认为这一切都是辛西亚的错，甚至要让他承担全部责任。辛西亚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鲁斯答应过这个月底就会处理好工会归还的事，为什么泰西恩会突然变卦？难道他察觉到了什么？还是说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辛西亚在心里反复盘算，为了维持这段婚约，他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场会议，而且泰西恩对他的态度一直以来都非常温柔，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出任何差错。走在前面的戴尔突然停下脚步，他背对着辛西亚，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他叮嘱待会儿无论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开口反驳，哪怕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必须保持沉默，千万不能激怒那群长辈。辛西亚察觉到了气氛不对，眼前的戴尔简直判若两人，他只能屏住呼吸点头答应。随着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贝利家族的长辈们早已坐定，无数道冰冷的目光瞬间像刀子一样投射过来，那种审视的眼神仿佛要把他整个人生吞活剥。而在长桌的最尽头坐着贝利家族的掌权者卡斯尔顿，他正用那双锐利的绿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猎物。辛西亚站在他面前，感觉就像被捕食者盯上了一样。卡斯尔顿缓缓开口，提到了家族1年前的秘密，当时在领地发现了巨大的宝石矿，可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开采和销售的成本简直是天文数字，所以收回工会是整个家族唯一的指望。卡斯尔顿直呼辛西亚的名字，语气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他质问为什么工会还没到手，旁边的长辈也跟着步步紧逼，质问家族投入了这么多，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看到回报？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辛西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卡斯尔顿最后死死盯着他，问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为什么大公一亲自介入，原本顺理成章的事就彻底停滞不前了？辛西亚怎么也想不通，这笔交易原本清清楚楚，凭什么现在出了问题？所有的脏水都要泼在他身上。长辈们的嘲讽越来越难听，说他这种低贱的出身果然教养不到家，甚至断言大公只是玩腻了他。辛西亚在心里愤怒的呐喊，当初明明是这群人求着他加入这场骗局，可现在他们却翻脸不认人，骂他是被金钱蒙蔽的蠢货，甚至商量着要赶紧找人替换他。辛西亚终于忍无可忍，他猛地抬起头，大喊着自己受够了这种羞辱。就在场面即将失控时，一直沉默的戴尔突然站了出来，他以贴身管家的身份请求在众人面前发言。卡斯尔顿冷冷地准许了。戴尔不紧不慢地推了推眼镜，他说接下来的这些话一定会帮长辈们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戴尔在众人的注视下冷静地陈述着事实，他说在履行职责期间自己一直近距离观察着双方。辛西亚愣在原地，他完全没料到戴尔竟然会在这时站出来。戴尔语气坚定地指出，大公对辛西亚小姐的爱意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他直接挡在辛西亚身前，向在座的长辈们提议，如果现在就对他下定论，未免也太有失公允了。他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该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卡斯尔顿显然有些动摇，他反问所谓的计划是什么？戴尔语出惊人，他要促成辛西亚和大公的婚事，被这个提议吓到了。结婚这件事根本不在计划内，他急忙拽住戴尔的衣角，小声质问他到底在想什么。戴尔头也不回地按住他的手，低声警告他保持安静，这是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卡斯尔顿陷入了沉思，这场豪赌的风险确实太高，但他真的能拒绝这种诱惑吗？卡斯尔顿依然心存疑虑，他担心那个女孩会失控，甚至做出超出掌控的事。戴尔却表现得非常果断，他提醒家主现在没时间犹豫，泰西恩大公已经恢复了视力，这意味着他不再有缺陷，很快就会有更优秀的联姻对象排着队送上门去。既然大公现在对辛西亚有好感，就该趁热打铁定下婚事，这才是收回商会的捷径。卡斯尔顿被说动了，但他还是担心那个女人会因为身份的改变而产生野心。戴尔推了推眼镜，他非常笃定地保证，辛西亚绝对不敢冒这种险，只要想到他那被烧毁的家，他就只能乖乖听命。卡斯尔顿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辛西亚完全没料到，这些人在背后竟然是这样看他的，他们口中的真相比任何威胁都要冰冷。那个被烧毁的家是辛西亚最后的底线，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些人竟然做得这么绝。卡斯尔顿最终被说服了，他决定再给戴尔一次机会，审判暂时告一段落。戴尔带着辛西亚离开，他甚至还带着一丝得意，觉得自己刚才表现得不错，成功保住了他的性命。他让辛西亚先回房休息，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辛西亚此刻才彻底清醒，他知道自己只是个工具，却没想过这些人根本没把他当成同类来看。他终于看清了自己到底在和谁做交易。戴尔察觉到了他的异样，试探性地叫了他的名字，可他永远不会明白，那个破旧漏风的小屋在辛西亚心里意味着什么。那是他穿越到这个世界后唯一能感受到温暖的地方，也是他守住回去的梦想，最后的一片净土。现在连这唯一的念想也被他们亲手毁掉了。辛西亚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当众撕碎了最后的体面。不管贝利家族有多了不起，也没权利这样践踏他的尊严，更没权利毁掉他的东西。戴尔还想维持虚伪的和平，他试图让辛西亚先回房，可手还没碰到他的肩膀，就被辛西亚狠狠甩开了。他让戴尔离自己远点，光是和这群人待在一起，就让他感到阵阵恶心。他头也不回地跑进雨幕，只想逃离这个肮脏的地方。冰冷的雨水打在身上，却浇不灭他心里的绝望。他曾抱有最后一点幻想，觉得至少
还有个退路。可现在眼前只剩下一片废墟，那个承载他所有希望的家，真的彻底变成了灰烬。他甚至来不及为失去而悲伤，就感觉到黑暗中有一道视线正死死盯着他。那种被窥视的寒意，逼得他只能在雨中继续奔逃。雨越下越大，辛西亚重重地摔在泥泞里，连鞋子都不知道丢在了哪。他觉得自己现在狼狈透了。看着街上那些撑伞经过的人，每个人似乎都有归处，都有可以回去的家，唯独他什么都没有了。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他们小声议论着这个落魄的少女。有人认出了那双浅绿色的眼睛，意识到她是贝利家族的人，原本的同情瞬间变成了忌惮。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散开，生怕和这个家族扯上关系。辛西亚蜷缩在墙角，他想扯掉这身沉重的伪装，可就算逃离了贝利家族，这天下之大，他又能去哪里呢？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头顶的雨突然停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上方响起，泰西恩正焦急地呼唤着他。辛西亚猛地回过头，泰西恩正撑着伞站在雨中，他眼里满是不解和担忧，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独自在这。泰西恩缓缓蹲下身子，把伞全部倾向了辛西亚。他轻声询问他到底怎么了，那语气里的温柔让辛西亚感到无地自容。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泰西恩是唯一真心对他的人，可偏偏他就是那个自己必须去欺骗和利用的目标。这种巨大的愧疚感瞬间击垮了辛西亚，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捂着脸在雨中失声痛哭。他只能一遍遍说着对不起，却无法解释这句道歉的含义。泰西恩没有追问原因，只是温柔的把他搂进怀里，告诉他一切都没关系。雨声渐渐变得安静，辛西亚靠在那个温暖的胸膛，感受到了久违的安稳。直到夜色降临，雨过天晴，泰西恩才轻声开口，询问他心情是否平复了一些。辛西亚低着头，为自己又添了麻烦感到抱歉。泰西恩却并没有在意，反而顺势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想邀请他再约会一次。辛西亚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现在浑身湿透又狼狈，哪还有半点约会的样子？可泰西恩却温柔地凑近，在他眼里，眼前的女孩永远都是最美的。这种毫无保留的偏爱，让辛西亚的心跳乱了节奏。他不得不承认，现在的自己确实无处可去，他太害怕孤独了，哪怕只有这一刻也好。他渴望能留在珍惜自己的人身边。辛西亚轻轻点了点头，答应了这突如其来的邀约。泰西恩嘴角微微上扬，他没有给对方反悔的机会，直接伸手将他横抱了起来。既然要约会，那就从现在开始。泰西恩稳稳地抱着他，仿佛怀里捧着这世上最珍贵的宝物。他低头看向辛西亚，轻声呼唤着辛西亚的名字。换好衣服的辛西亚缓缓走到了泰西恩面前，原本只是想借一双鞋，没想到大公竟然准备了整套礼服。这样贵重的礼物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只能轻声表达着谢意。可眼前的泰西恩却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迟迟没有给出任何回应。空气在这一刻变得安静，甚至让人有些心慌。难道是这身装扮让他想起了某个人吗？辛西亚试探着开口，试图打破这漫长的沉默。大公大人，您怎么了？泰西恩这波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级的宠溺。他不仅觉得换衣服是理所应当，可泰西恩根本不给他机会，只说是为了以防万一，甚至直接吩咐鲁斯把刚才试过的所有衣物全部打包送回大公府。这突如其来的豪横让辛西亚彻底愣住了，他赶忙开口拒绝，觉得身上这一套已经足够。这种不容置疑的温柔反而让辛西亚有些不安，如果以后离开了这里，恐怕再也没理由回来了吧。就在他思绪万千时，辛西亚，看我这身怎么样？泰西恩也换了一身新装，他甚至像个孩子一样，特意走到他面前显摆。换上新装的泰西恩竟然主动询问起评价，这副自信又优雅的样子让辛西亚完全看走了神。明明心里还在纠结，可嘴上却诚实的给出了赞美，甚至忍不住感叹自己真是拿这张脸没办法。就在泰西恩转身询问餐厅是否准备就绪时，辛西亚突然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两人的衣服放在一起，无论是色调还是细节，都像极了精心搭配的情侣装，这难道只是个巧合吗？还没等他从疑惑中回神，泰西恩的呼唤就打断了他的思绪。小姐，我们可以出发了。既然衣服都搭好了，泰西恩顺势发出邀请，要和他继续这场约会。他优雅地伸出手，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温柔。两人随后来到餐厅，这里的装潢极尽奢华。辛西亚环顾四周，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惊喜。可他很快就发现，偌大的餐厅竟然空无一人。泰西恩云淡风轻地解释，为了能安静地吃顿饭，他直接包下了整个餐厅。毕竟上次见面时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一直觉得亏欠了他。这一次他要排除所有的干扰，只为了能和眼前的女孩享受这独处的时光。大公府的财力让辛西亚彻底开了眼，这种随手包场的豪气确实让人难以招架。泰西恩深情地感叹，能在这里重逢是种幸运。辛西亚也笑着附和，如果不是今天偶遇，恐怕两人就此错过了。可泰西恩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变得有些沉重。他紧紧握着酒杯，庆幸自己在雨中找到了他，更庆幸自己恢复了视力，能亲眼看到他的存在。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感激，辛西亚只能轻声道歉，责怪自己让他担心了。可他心里却在反复挣扎，如果现在坦白一切，或许能获得片刻的解脱，但冒充贵族的重罪足以让他坠入深渊。这份虚假的温柔，他到底还能贪恋多久？一想到真相揭穿后，泰西恩那充满蔑视的表情，辛西亚就感到一阵后怕。他只能强打起精神，生硬地转移了话题。泰西恩道：“也没起疑，直言皇帝
正因为他复明，特意召见他进宫庆祝。可当辛西亚顺口提到那份治好他的神奇药草时，他说当时情况太混乱，自己确实没来得及细想。可现在冷静下来，发现这件事处处透着古怪。贝利家族向来排斥魔法，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会拥有这种带有魔力的秘药？这番话像是一记重锤，直接砸在了辛西亚心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族竟然还有这种自己完全不知道的设定。泰西恩的怀疑已经开始，这个谎言恐怕快要瞒不住了。面对泰西恩的步步紧逼，辛西亚彻底乱了阵脚。如果现在说出真相，连药草的来源也会被怀疑。他支支吾吾了半天，只能用尴尬的笑声掩饰，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编不出像样的借口。好在侍从及时出现，端上了第一道开胃菜，这简直是救命的稻草。辛西亚赶紧顺杆爬，提议先填饱肚子，等吃完饭再继续聊。泰西恩道也绅士，点头示意他尽情享用。看着盘子里精致的扇贝，辛西亚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鲜美的滋味让他暂时忘却了刚才的危机。辛西亚还在大快朵颐，甚至忍不住开口称赞这扇贝的味道实在太绝了。泰西恩听完微微一笑，顺着他的话感叹道：“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扇贝。”辛西亚还没意识到危险，拍着胸脯大声保证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扇贝。可话音刚落，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脑海：等等，刚才吃的是什么？扇贝。记忆中管家戴尔的声音在此刻变得清晰无比。他曾严肃地确认过，大小姐最不能碰的食物正是所有的贝类。真正的伊丽莎白不仅对贝类严重过敏，甚至到了看一眼都恶的程度。可现在的她不仅吃得津津有味，还当着大公的面赞不绝口，这已经不是露馅的问题了，这是在自寻死路啊！管家戴尔的话此刻像魔咒一样在耳边回响。既然两人曾经交换过信息，泰西恩又怎么可能给未婚妻准备过敏的食物？完了，这下彻底搞砸了。辛西亚整个人僵在原地，死死盯着盘子里的扇贝，这可是足以致命的过敏源。可一个更可怕的念头紧接着浮上心头，既然泰西恩知道他过敏，为什么还要特意点这道菜？辛西亚悄悄抬起头，试探性地看向对面，泰西恩正优雅地进食，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难道他早就察觉到了不对？这顿饭根本不是什么奖励，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试探。他在等这个冒牌货露出马脚。不，事情应该没那么糟糕。辛西亚努力让自己冷静。如果这真的是一场试探，泰西恩在看到他吃下扇贝时，态度早就该变了。可他这一整天都这么温柔，甚至还露出了欣慰的笑意。泰西恩轻声开口说道：“看你吃得这么开心，我也总算放心了。刚才还一直担心不合你胃口。”这番话让辛西亚有些恍惚。难道泰西恩根本不知道过敏的事？毕竟像大公这样身份的人，这种琐碎的生活细节通常都是由身边人打理，或许一直以来都是侍从鲁斯在负责对接，而泰西恩本人对此其实一无所知。如果真是这样，那现在的温柔就不是伪装，可万一这只是他更高明的手段呢？泰西恩突然的一声呼唤，吓得辛西亚猛地一激灵。他语气诚恳的坦白，因为之前的种种变故，他甚至不清楚他的喜好，但从现在开始，他想要重新了解他。辛西亚悬着的心总算稍微放了下来，看来刚才的扇贝真的只是因为他不了解。泰西恩嘴角带着笑意，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毕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今晚不如就留在公爵府吧。”辛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去公爵府过夜？泰西恩体贴地补充道：“既然你的脚受了伤，实在不放心，就这样让你一个人回去。”这番话听起来无懈可击，可一旦进了公爵府，就等于彻底进了他的地盘。这到底是温柔的照顾，还是更深一层的圈套？辛西亚心里直打鼓。刚才的扇贝已经够惊险了，要是再待下去，难保不会露出更多破绽。拒绝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可泰西恩显然没打算放人，他神情专注地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温柔：“请让我履行未婚夫的职责，照顾好受伤的你。”这下辛西亚彻底没辙了。如果现在强行拒绝，以泰西恩现在的架势，恐怕会亲自把他送回贝利家，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谢谢您的邀请。听到这个满意的答复，泰西恩嘴角微微上扬。深夜的大公府邸，辛西亚独自待在浴室里，温热的水流并没能缓解他心里的焦虑。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原本以为一直拒绝反而会引起泰西恩的怀疑，所以才硬着头皮跟了过来。可现在真的住进了这里，事情似乎变得更棘手了。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府邸，他还能隐藏多久呢？要不要干脆说出真相，向泰西恩寻求帮助呢？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辛西亚否定了。泰西恩现在的温柔，全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是贝利家的那位小姐。如果他知道这一切只是为了利用他而编造的谎言，后果简直不敢想象。毕竟当初是自己趁着他看不见的时候，卑劣地利用了他的处境。这种赤裸裸的欺骗，就算永远不被原谅，他也没有资格抱怨。当初真的不该签下那份危险的契约。无论怎么反复权衡，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消失，必须从贝利家还有泰西恩的身边逃走。只有悄无声息的离开，才能结束这一切。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辛西亚，这些名字他通通都不要了，只要逃到没人认识的乡下，像老鼠一样安静的生活，或许就能换来真正的安全。只要放下那些不该有的贪念，他一定能活下去。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没什么好犹豫的，必须回到过去的生活。辛西亚不断告诫自己。可自从泰西恩恢复视力，事情就变得完全失控了。每当那双紫色的眼睛充满爱意地注视着他，就像在看这辈子最真实的爱人，
他的目光就再也无法移开。那种被全心全意注视的感觉，让他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开始贪恋这份温柔。难道在潜意识里，他已经对他动了心吗？不行，绝对要清醒一点。这种危险的感情只会让他万劫不复。居然还想当他的爱人，辛西亚觉得自己简直是丧尽天良。明明是在欺骗那样一个纯情的男人，内心却还在想入非非。正当他一边碎碎念，一边毫无防备地走出门，却发现那个男人竟然就守在门口。这一定全都要怪泰西恩那张过分英俊的脸，长得帅就算了，性格还偏偏那么温柔，害得他总是心乱如麻。四目相对的瞬间，空气仿佛彻底凝固了。大公阁下怎么会在这？辛西亚吓得魂都没了，看着泰西恩沉默的样子，他心里简直像在打鼓。他到底在门口站了多久？如果真的听到了，那他现在岂不是在泰西恩面前彻底裸奔了？这种尴尬的沉默简直比直接吵架还难受。他试探着想要打破僵局，刚开口喊了一声阁下，却被泰西恩直接打断。他语气平静地叫出那个名字：辛西亚。既然撞个正着，辛西亚只能硬着头皮请大公阁下先开口。泰西恩倒是很有礼貌，先为自己的突然出现道歉，说是因为在房间没见到他，正准备敲门时门就自己从里面打开了。听到这个解释，辛西亚总算松了口气，看来他并没有听到刚才那些羞耻的自白。可还没等他彻底放心，泰西恩却突然话锋一转，问他刚才到底在说什么。这一句话差点让辛西亚当场断气，他只能拼命摇头否认，试图用干笑掩盖心虚。为了赶紧转移话题，他连忙询问大公的来意。只见泰西恩拿出一个小瓶子，语气里满是担忧，因为担心他的脚伤，所以特意送来了药膏。这种突如其来的细心让辛西亚彻底愣住了，他竟然一直都记在心里吗？你不是受伤了吗？泰西恩的一句话让辛西亚彻底愣住了，他甚至都没发现自己的脚上还有伤。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泰西恩已经拿出了药膏，语气温柔却不容拒绝，他想亲自为他上药。这种过分的亲密让辛西亚下意识想拒绝，说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可泰西恩并没有松手，反而轻声请求他允准。他说独自一人处理伤口实在是太凄凉了。这句话让辛西亚心里莫名颤动了一下，看着他专注的神情，他忍不住开始猜测，难道像他这样的人也曾体会过那种孤立无援的寂寞吗？他到底经历过什么？难道就是因为这种孤独，他当初才会对流落街头的我伸出援手吗？辛西亚轻声说了句谢谢，泰西恩却觉得这理所应当，作为未婚夫，这本就是他的职责。他一边细心的涂抹药膏，一边感谢他今天能留下来，甚至还深情的表白，说这点小事根本比不上他为他做的。看着泰西恩专注的样子，辛西亚心里乱成一团。如果今晚真的走了，恐怕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这个男人了。可他更清楚，贝利家族那群人绝不会承认他是冒牌货。这场身份的谎言到底还要瞒多久？贝利家族那群人肯定早就想好了借口，要么说我失去疗养了，要么说我拒绝了婚约，总之会有无数种理由让我的消失变得顺理成章。可怜的泰西恩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会这样莫名其妙的失去他的未婚妻。看着他此时此刻还在小心翼翼的为我上药，辛西亚心里满是愧疚。对不起，让你带着这样的伤痛独自留在这里。对不起，泰西恩。为什么要道歉？泰西恩突然的追问让辛西亚有些语塞，他只是觉得让这么珍贵的人为自己上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可泰西恩却抓住了重点，珍贵的人难道是因为这张脸吗？辛西亚还没反应过来，泰西恩就开始翻旧账了。他可没忘记他从洗手间出来，可是亲口夸过她漂亮的，甚至还一脸委屈的抱怨，说他最近都没再夸过她，这让泰西恩感到很失落。看着他突然凑近的脸，辛西亚彻底慌了神，他低声呢喃着问他这张脸现在对他来说是否依然珍贵。这种近在咫尺的压迫感让辛西亚下意识后退，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了平衡。辛西亚失去平衡，整个人倒在软垫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泰西恩已经俯身压了上来，他的一只手轻轻托住他的脸颊，指尖传来的温度让空气都变得灼热起来。泰西恩并没有打算就这样结束刚才的话题，告诉我辛西亚，你当时肯定说过我的额头。他一边说着，指尖一边轻轻划过他的脸颊。泰西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细数着那些赞美，眉毛、鼻子还有嘴唇，你当时说这些都很漂亮。辛西亚慌乱的想要否认，他急忙解释说，大公，那是因为我喝醉了。他很清楚自己迟早要离开，如果现在沉溺于这种气氛，只会给泰西恩带来更多伤害。但泰西恩并没有被这个借口打动，他轻轻握住他的手腕，语气里透着一丝质问，既然是醉话，难道那些称赞全都是谎言吗？面对泰西恩近在咫尺的脸，辛西亚彻底乱了阵脚，用这张脸说这种话简直就是在犯规。泰西恩见他迟迟没有回答，语气里透出一丝自嘲，看来你给不出答案，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误会了你的善意，我竟然把那些客套的赞美全都当成了真心话。他没有再继续逼问，只是轻声说了句晚安，随后便落寞地转身离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辛西亚心里充满了罪恶感，为什么要露出那种受伤的表情？这让他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明天就要消失了，让他就这样离开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却难受的要命，脚步声每响一下，愧疚感就加深一分。终于他再也忍不住了，对着那个背影大声喊道，那些话全都是真心的，哪怕是在大街上，大家也都盯着你的脸看，根本移不开眼睛。既然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把这些话说出来应该也没关系吧。大公，你真的长得非常英俊，哪怕是喝醉了，我也一直在夸奖你的脸。辛西亚
急得语无伦次。难道他真的因为太难过，偷偷躲起来哭了吗？可就在这时，耳边却传来一声轻笑。泰西恩终于装不下去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辛西亚很喜欢我这张脸。看着他刚才手忙脚乱的样子，泰西恩嘴角微微上扬。既然你迟迟不肯给个明确答复，那我只好稍微使点坏了。竟然这样捉弄我，真是太恶劣了。辛西亚羞恼地反驳道：“刚才那些话全都是为了保护大公。”泰西恩却不打算放过他，他再次俯下身子，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保护我，到底是要保护我免受什么的伤害？”辛西亚在大脑空白之际，脱口而出了一句胡话：“我是为了保护你不被我伤害，因为我可能会对你做坏事。”泰西恩显然没料到这个回答，辛西亚竟然会对我做坏事吗？看着他那副认真的神情，辛西亚只想赶紧逃离。没错，所以请你现在立刻退后。正相反，我倒是非常好奇，你到底想对我做些什么坏事？泰西恩不仅没有被吓跑，反而露出了玩味的笑意。还没等辛西亚反应过来，他已经轻轻执起他的手，在手背上落下深情一吻。无论辛西亚想对我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这种近乎纵容的告白，让辛西亚彻底凌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性格怎么会变这么多？在原本的故事里，甚至是我亲眼见到的泰西恩，明明都是那种纯情到不行的男人啊，他该不会是突然变了个人吧？现在的泰西恩让辛西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得赶紧离开这里才行。虽然我们已经订婚了，但这种亲密的接触，难道不应该等正式结婚后再做吗？辛西亚甚至开始语无伦次的求饶：“大公，在我离开的这一天，请不要再这样诱惑我了。”泰西恩听完这番话，竟然若有所思的停下了动作。既然你提到了夫妻，那好吧，你说的对，辛西亚，我很抱歉。看着他如此干脆的道歉并退开，辛西亚心里却咯噔一下，这种莫名的不安感是怎么回事？完了，事情好像变得更复杂了。幸好这个借口奏效了，辛西亚暗自松了一口气。如果刚才一时冲动，做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不仅会给泰西恩留下阴影，自己恐怕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惩罚。他赶紧打起精神，最近家里都在忙着筹备婚礼，大公您也听到了吧？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传出任何不好的流言。泰西恩沉默了片刻，语气平静地回应道：“多亏了你的提醒，我才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的婚礼确实近在咫尺了。”辛西亚顺势继续圆场：“没错，所以我才想让一切都按照规矩完美的进行，只有这样，我们的婚礼才会是完美的。为了这场完美的婚礼，我也必须竭尽全力才行。”泰西恩微笑着回应，语气中听不出任何破绽。辛西亚也只能尴尬的附和。泰西恩说明天会送他回去，让他今晚先好好休息，这大概是最后的告别了。辛西亚看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愧疚。对不起，直到最后的一刻，我都在欺骗你。再见了，泰西恩。夜深了，泰西恩独自坐在书房里。正如辛西亚所说，婚礼确实在顺利进行，虽然没必要操之过急。刚才如果不是他拦着，我差点就犯下大错了。我曾对自己发誓，除非他亲口说出那个秘密，否则我绝不会轻易碰他。可每当看到辛西亚，那种想要占有他的冲动就根本无法抑制。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变成替身的，但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伊丽莎白。起初我只是想看看公爵府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但现在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彻底掉进了这个温柔的陷阱，只要他能留在我的身边。泰西恩看着窗外，婚礼确实已经不远了，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操之过急。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鲁斯带着调查报告走了进来。这是您之前交代的关于贝利家族和伊丽莎白的资料。泰西恩接过文件，鲁斯在一旁低声汇报，调查结果和您掌握的情况一致。那位小姐原本住在偏远的领地，1年前才作为养女被接回首都。泰西恩翻看着手中的资料，他很清楚现在的贝利家族首领是个为了达到目的绝对会不择手段的人。这场婚礼背后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为了家族的利益，卡斯尔顿什么都做得出来，替换一个养女对他来说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泰西恩还是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周折。鲁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最近有一条关于马车事故的消息。泰西恩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笔，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鲁斯解释说，贝利家族的马车撞死了一个女人，当时那位小姐就在附近，据说因为受惊过度，还在房间里躲了很久。泰西恩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问事故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鲁斯仔细回忆了一下，就在您和小姐第2次见面前1周，大概是2、3个月前的事了。这个时间点未免也太巧合了。鲁斯想起那位小姐当时非常担心约会再次被取消。泰西恩敏锐地察觉到不对，追问那场事故的受害者叫什么。鲁斯翻开记录确认，死在那场马车事故下的女人名字叫做辛西亚·怀特，据说还是当地有名的负债人。泰西恩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就在第2次见面前夕，真正的辛西亚已经死于意外。那现在留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终于彻底串联在了一起，真相远比他想象的还要荒唐。从那次会面开始，他就像变了个人，这绝对不可能。泰西恩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在那场事故中真正死掉的那个人并不是负债累累的辛西亚，而是贝利家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吗？如果那位小姐真的死在了那场车祸里，公爵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完全解释得通了。只要继续维持这段婚约，就是拿回商会最稳妥的办法。我这一生都注定要在黑暗中度过，正因为这样，我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每个人的走路姿势、身上的气味和氛围，甚至是说话时细微的共鸣。辛西亚有着甜美的花香和温暖的声音，而真正的伊丽莎白
只有刺鼻的香水味和尖锐的嗓音，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共同之处。贝利家族找了个完全不像的人来冒充伊丽莎白小姐，我把她留在身边，本想查清他们的真实意图，可相处的时间越久，我最初的目的就变得越模糊。在看不见前路的黑暗中，她突然成了我的光，是因为你，我才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她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要按原定计划举行婚礼就好。既然需要一个诱饵，那么明天我就去谈谈收回商会的事情。等处理完这些事，再来清算贝利家族的羞辱，也不算太晚。门外突然传来鲁斯惊慌失措的喊声：“大公大人，不好了！伊丽莎白小姐她不见了，府里刚好少了一套女仆装，小姐应该是换上她趁乱逃走了。”泰西恩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终究还是自己大意了。鲁斯在，绝不能让小姐一个人出事，快去把她安全带回来。泰西恩独自站在空荡的房间，原来你根本就没打算等我，是我大意了，星西亚。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到你，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把你留在身边。泰西安紧紧抓着他留下的衣物，我那厚脸皮的小骗子辛西亚、怀特。而此时的辛西亚已经换上女仆装跑向远方。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困住他的地方，对不起，泰西安，就这样离开你，我真心希望你能获得幸福。随后头也不回的消失在街道尽头。脚踝传来的阵痛让每一步都变得异常艰难。早知道刚才就该多涂一点药膏。独自处理伤口的时候，最容易让人变得脆弱。泰西恩温柔的声音偏偏在这时候钻进脑海。他说一个人疗伤真的很让人难过。不，我不能再想他了。明明已经决定要离开，怎么能因为这点辛苦就变得这么厚颜无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辆马车离开这里。只要逃得足够远，那些不该有的念头就会彻底消失吧。可就在他准备加快脚步时，身后却传来了不寻常的动静。还没跑出多远，一只手突然从身后死死捂住了辛西亚的嘴。怎么回事？难道是贝利家族的人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正当他拼命挣扎时，耳边传来一个冷静的声音：“是我，辛西亚小姐。”这个熟悉的声音是戴尔。辛西亚猛地正脱开大口喘着粗气：“快放开我！你突然干什么？真是吓死我了！等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面对辛西亚的质问，戴尔表现得异常冷静：“你真的以为自己已经逃掉了吗？让你自由行动到现在，只是对你的体恤。辛西亚小姐，这种程度的散心应该已经足够了。”他侧过身指了指停在路边的马车：“请上车吧，我们还有要去的地方。”辛西亚看着那辆马车，心里满是不甘，竟然这么快就被抓住了。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没能逃出对方的掌心，竟然这么快就被抓到，是我太天真了吗？本以为乔装打扮离开大公府之后就已经甩掉了跟踪的人，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马车缓缓停稳，车外传来戴尔的声音：“我们到了，请下车吧。”辛西亚推开车门，这到底是哪里？他停下脚步，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里是我的小屋吗？本该化为灰烬的家，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森林深处。他推开门冲了进去，里面的陈设让他彻底愣住，家具和工具竟然全都一模一样。他猛地转过头看向身后的戴尔：“你明明说过这里已经被烧毁了。”戴尔推了推眼镜，语气依旧平淡：“在烧掉房子之前，我们按照主人的命令搬走了所有的东西，之后我们又盖了新房，和你的旧小屋一模一样。”戴尔看着沉默的辛西亚，语气里听不出起伏：“你还满意吗？”辛西亚低声回应，虽然心里满是疑惑，满意是满意，但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戴尔抬手扶了扶眼镜，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虽然是主人的命令，但那是个荒唐的任务，所以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执行了它。他直视着辛西亚的眼睛，给出了一个沉重的承诺：以后我也会继续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你。我向你保证，等到商团归还的那天，我会帮你开始新生活，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戴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承诺，更像是一个救赎，又是一个诱人的提议。辛西亚陷入了沉默。在被欺骗了这么多次之后，我还能再相信别人吗？那些背叛的记忆像阴影一样挥之不去。但如果不相信他，我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他看着眼前这个一直以来冷若冰霜的管家，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除了把赌注压在他身上，他别无选择。而且就像那时候一样，戴尔的目标只是达成目的，而不是为了针对我。只要两人的利益一致，他就是最可靠的盟友。戴尔微微侧过头，把最后的决定全交了出来：选择权在你手里，辛西亚小姐。画面一转，辛西亚已经回到了宅邸。维奥莱特，能帮我拿支笔和信纸吗？正在忙碌的女仆愣住了，显然没反应过来。啊，小姐。为了彻底摆脱贝利家族，辛西亚选择重新回到这里，甚至主动要求尽快举行这场婚礼。现在的她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夺回工会。至于对泰西恩的愧疚，在生存面前已经不值一提。几天后的餐厅里，辛西亚试着为上次的失礼道歉，泰西恩却表现得很宽容，说没必要放在心上。他在信里读到了他的理由，也接受了那次匆忙的告别。看他完全没有追究的意思，他这颗心总算落了地。既然误会已经解开，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走得更有价值才行。为了不重蹈覆辙，辛西亚特意点了苹果汁，因为这是伊丽莎白的最爱，绝不能在细节上露馅。泰西恩一直盯着他看，问他怎么了，又说没事，还温柔地打听他最近过得好不好。他说除了等待见面的时间过得稍微有点漫长，其他一切都挺顺利。这气氛简直比以前还好，看他心情似乎不错。他正打算顺势提起工会，毕竟现在的时机简直完美的无可挑剔。可就在他准备开口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那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喊出了辛西亚这个名字，竟然真的是以诺。他怎么会出现在这，还当着大公的面直接喊出了他的真名？
他兴奋地凑过来，说这段时间一直联系不上他，积攒了一肚子的问题，想要找他这个老搭档请教。辛西亚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因为极度的震惊，甚至错过了第一时间假装不认识他的机会。如果身份在这里穿帮，他所有的计划都会化为泡影。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诺盯着他的脸起了疑心。他说他看起来变了许多，尤其是这双眼睛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泰西恩就在旁边看着，他只能压低声音哀求他，让他现在立刻离开，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一诺根本没听清他的哀求，还想让他大声点。就在他准备继续纠缠时，泰西恩突然出手了，他死死扣住一诺的手腕，语气冷得让人发抖，警告他离远一点，别让自己的未婚妻不舒服。可紧接着泰西恩就转过头盯着他，问辛西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的熟人。他还没想好怎么圆谎，一诺却在这时火上浇油。他笑着说他们关系匪浅，是那种非常亲密的伙伴，甚至还故意强调他们之间交换过很多东西。这话听起来暧昧到了极点。泰西恩的眼神瞬间就变了，辛西亚吓得当场尖叫起来，拼命解释他只是在开玩笑。可看着泰西恩那张阴沉的脸，他知道这下真的解释不清了。他拼了命地推开一诺，恨不得让他立刻消失。可这家伙听到大公的名号，反而开始在心里打起了算盘。他一眼就认出了泰西恩，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堂堂大公竟然会管辛西亚叫自己的未婚妻。他看着泰西恩那双眼睛，意识到视力恢复的传闻是真的，也终于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那么拼命地找他求药。为了不让他再说出惊人之语，辛西亚只能强行拽住他，承诺过几天一定登门解释，这才勉强堵住了他的嘴。可泰西恩却在这时冷冷开口，说他也觉得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好好聊聊，那语气听得他浑身发凉。以诺倒是走得干脆利落，临走前还不忘喊他一声搭档，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地面对这死一般的寂静。看着泰西恩那张阴沉的脸，辛西亚知道最难熬的审问现在才真正开始，他到底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刚才还那么温馨的气氛，现在彻底降到了冰点。辛西亚心里简直要把以诺骂死，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跳出来？可现在自责也没用了。泰西恩已经冷冷的开口，他直呼他辛西亚，让他解释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辛西亚大脑一片空白，正想着该怎么圆场，他却突然提到了名字，语气里带着一丝被背叛的愤怒。他说他一直以为辛西亚这个名字是他专门留给他的爱称，是指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秘密，所以他每次跟他见面都会特意支开所有的随从，就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这个他视如珍宝的称呼。可现在他却亲耳听到另一个男人也这么叫他，他死死盯着他的眼睛质问，为什么那个男人也知道这个名字？这下辛西亚真的彻底傻眼了，原来他一直以来的体贴全是因为这个致命的误会，他到底该怎么收场？泰西恩死死攥着拳头，低声嘟囔着说发现这个名字别人也能叫，让他心里感觉很不舒服。看着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像只受了委屈的小狗，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在气这个。辛西亚赶紧换上一副笑脸，解释说那只是他的旧名字，因为怕以诺知道他是贵族，才不得不编个身份骗他。他本以为这事儿算过去了，谁知泰西恩又追问起来，既然只是为了隐藏身份，那搭档这个称呼又是怎么回事？辛西亚心里咯噔一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编，说那只是以前帮过他一点小忙，对方随口开的玩笑。辛西亚一边观察他的反应，一边小心翼翼的试探，问他是不是还在生气。结果他闷声闷气的回了一个字：是。这下可麻烦了，这只大狗狗好像真的没那么容易哄好。看着泰西恩还在闹别扭，辛西亚只能放低姿态去哄他，问他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点。他沉默了片刻，突然伸手拉近了椅子，示意他坐到他身边去。辛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指着他身边的位置反复确认，这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难道他就不怕别人议论吗？可泰西恩却完全不在意，他直勾勾地盯着他，说只有离得这么近，他那颗乱糟糟的心才能平静。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势，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拒绝，只能红着脸答应下来，乖乖坐到了他的身边。